前世，沈秀英掏空自己喂养全家，熬到儿孙满堂，只等安享晚年。谁知老伴一招翻脸，逼他净身出户，就连他疼爱一辈子的儿孙们也纷纷点头赞同，最终如野狗一般被冻死在路边。就在他快咽气的时候，被告知一个残酷的真相：偏爱一生的大儿子，竟是丈夫与情人的骨肉。呸！而他厌恶冷落的养子，还是他唯一的亲儿。再次睁开眼，他重生回到了1977年。妈，我哥那边都准备好了，你屠宰场的工作到底什么时候让出来？你一个杀猪匠，一身猪屎味，公公嫌弃你，我大哥顶替你工作，是给你机会在家享福，照顾一家老小多轻松。我这是重生吗？重生到了陈秀琴逼我把工作给他娘家大哥的这一天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不让，那工作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你哥？一口一个你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个老东西怎么能出尔反尔？看来你爸妈是没有教你怎么跟长辈说话了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育你。你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都婆婆打人了啊！今天你必须把工作给我哥，和补偿我医药费，不然我就跟建军离婚。沈秀英看着眼前撒泼的儿媳妇，一句话都懒得再说，她抄起扫帚掂了掂，而陈秀琴还在那儿放狠话：你今天要是不点头，我立马就回娘家，让我爸妈我哥来评评理，让全村人都看看你们老杨家是怎么欺负人的。但你居然还敢打我！怎么不敢？我替你爹妈教育教育你，什么叫孝顺，什么叫规矩。疯了，你疯了，杀人了！离婚，你去离，现在就滚去离，离了正好，我让那狗东西打光棍。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让我和我哥好过，你也别想吃肉，我这就拿回我娘家去，这肉我们家吃了。把肉放下！我偏不，这是我们老杨家的东西，我是杨建军的媳妇，我凭什么不能拿？你现在就不是了，你不是要去离婚吗？赶紧给我去，这肉你就别想了。没天理了啊！婆婆打儿媳妇，还抢儿媳妇的肉啊！杨建军，你死哪去了？你媳妇要被人打死了！妈，你提着肉去哪？我刚才好像听见秀琴在哭，家里出啥事了？你媳妇要去离婚，你赶紧带她去离婚。说完，沈秀英绕过一脸错愕的儿子，头也不回地朝着镇上中学的方向走去。沈婷婷啊，你这学期的学杂费都拖了快1个月了，再不交，学校就要清退了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回去会跟爸妈说的，能不能再给我几天时间？沈婷婷攥着衣角，指尖都发白了。王老师叹了口气，正想再说点什么，沈秀英提着那包沉甸甸的猪肉放到办公桌上，王老师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沈婷婷也一脸惊讶。王老师，这是屠宰场分的肉，薪水要到月底才有。你看我女儿婷婷这读书的事，这个年代猪肉是硬通货，尤其是在这缺衣少食的乡下，3斤多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比钱还好使。沈秀英同志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学校有学校的规定，我们不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。不，王老师，这是学费，已扣婷婷的学杂费，剩下的就当给老师们改善伙食。妈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之前不还逼着我退学准备嫁人吗？今天居然拿着猪肉抵学费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难道最大的规矩不是让想读书的孩子有书读吗？您是个好老师，不会眼睁睁看着一个好苗子就这么被耽误了吧？老师，这年头女孩子读书不容易。这话直接戳中了王老师的软肋。沈婷婷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确实是块读书的好料子。好吧，沈婷婷啊，你明天继续上课吧。谢谢王老师，谢谢王老师。回去吧，下不为例。沈秀英拉着沈婷婷，直到走出了学校大门，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哇，那块肉，哥和嫂子会闹翻天的。沈秀英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第一次如此认真地看着自己的女儿。眼前的女孩瘦瘦小小，蜡黄的脸上一双眼睛大得惊人，此刻正盛满了惶恐和不安。婷婷，从今天起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什么都不用怕，你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给我好好读书，读完初中，读高中，要是能考上，你就去读大学，走出这个村子，去过你自己的好日子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只要嘛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砸锅卖铁也供你读出来。大学。人呢？都死哪去了？天都快黑了还不见人影。妈，你跑哪去了？秀琴呢？不知道，要么回娘家了吧。你把她打回娘家了。妈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她是我媳妇。她顶撞长辈，搅得家宅不宁，我教训教训她，有错吗？她不就是想要个工作吗？你给她个不就行了？多大点事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现在好了，她被你气跑了，你必须跟我去她娘家，跟她爸妈道歉，把她给我哄回来。重生后的沈秀英第一件事就是哐哐哐给了大儿子几个巴掌，只因沈秀英教训了爱补贴娘家的大儿媳，大儿子就要拖着她前去给儿媳赔礼道歉。我去道歉？对，就是你去，事情是你惹出来的。我可去你爸的！
杨建军，你搞清楚，陈秀琴是你的媳妇，不是我的，日子是你们两个过，她要回娘家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？是你把她气走的，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跟我去，你不去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妈了。你们俩还真是天生一对啊，一个拿离婚威胁，一个拿断绝母子关系威胁，真不愧是杨大山跟张玉娟生的野种，和他们一样的。婷婷，我们回屋做功课去。妈，你必须去，你要是不去道歉，秀琴就不会回来，她不回来，这个家就散了。你逼我妻离子散，你今天不答应，我就跪死在你面前。的，你别这样，快起来！妈，你居然又打我！要知道，从小到大沈秀英都没动过他一下，今天居然连打了2次。打的就是你这个不孝子！你那个媳妇把米缸的米都搬去陈家，你还逼我去认错，我打死你个狗东西！你还是考虑一下今晚你吃什么吧。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去陈家求一求，说不定陈家看你这么有诚意，会借你几斤米回来。杨建军被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此时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叫骂声。沈秀英，你个黑心肠的老钱婆，给我滚出来！陈秀琴的妈张翠花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，她身后跟着陈秀琴的二哥陈大军，最后面才是抹着眼泪一脸委屈的陈秀琴。好你个沈秀英，我们家秀琴嫁到你家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给你当牛做马还挨打的。你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跟你没完！妈，大军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话好好说。好，杨建清，你媳妇被你妈打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叫你妈把工作给我哥，谁看得起你们杨家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？建建，你骂他，他打我。杨建军一听媳妇哭了，心疼的不行，立刻调转枪口对准沈秀英。妈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我都说了让你去道歉，现在好了吧？人家都找上门了。他急得满头大汗，一个劲的给沈秀英使眼色，让她赶紧服个软。而张翠花见沈秀英不说话，以为她怕了，气焰更加嚣张。我们秀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得赔偿。赔钱没有50块钱，这事没完，还有屠宰场的工作，必须马上给我哥。院子外已经围拢了不少看热闹的邻居，一听到这个数字，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年头一个壮劳力干1年都攒不下10块钱。妈，大军哥，这也太多了。杨建军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给钱给工作，要么你就跟我们秀琴离婚，你自己选。妈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这个家就真的散了。秀琴不能没有我，我也不能没有她。他抱着沈秀英的大腿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周围的邻居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建军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为了媳妇给亲妈下跪呢？还不是被他那个媳妇拿捏得死死的。这陈家人也真是的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沈秀英看着脚下这个毫无尊严的儿子，跟他那个父亲一模一样。婷婷去村委会把大队长请过来，告诉王大队长，就说有人仗着人多上门抢劫，还要逼死人命。此话一出，满场皆惊。你个死老太婆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谁抢劫了？我们是来讲道理的。张口就要50块钱，还要抢我屠宰场的工作，你们是会杀猪还是会干嘛？这不是抢劫是什么？这不是逼死人命是什么？我活了半辈子，第一次见这种不要脸的讲道理。你敢给我回来！沈秀英拿起竹扫把一步上前，死死地挡在了陈大军面前。我女儿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今天就跟你拼了！大军怕什么？打死他！沈秀英是杀猪匠，一身腱子肉，她抡着扫把先打陈大军，接着又追着张翠花跑。没过多久，王大队长带着2个民兵匆匆赶了过来，吵吵嚷嚷的，成何体统？建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队长一进院子，看到无头苍蝇乱窜的杨建军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王大队长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沈秀英欺人太甚，把我女儿打回娘家，我们来评理，她还污蔑我们抢劫啊！你看看她把我们娘几个给打的。王大队长一个头2个大，看向人群中唯一冷静的沈秀英。秀英嫂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王大队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要分家。妈，你疯了吗？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你要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吗？小事，这是小事，你和你的好媳妇都能指着我鼻子骂了，你还是我亲儿子吗？你居然觉得这是小事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当不了，你们自己过。前世沈秀英当牛做马，死前才知道最疼爱的大儿子竟是丈夫和情妇的主，被冷落的养子才是她亲生的孩子。这一世她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狼心狗肺的大儿子分家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妈，你别分家行不行？爸要是知道了，会跟你吵架的。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？哪有跟长子分家？要是分家了，就我挣的这点，我吃什么喝什么。陈秀琴绝对会闹翻天的。沈秀英听到杨大山的名字更加不耐，上辈子就是这个男人用私生子换了他的亲儿子，回家还要摆一家之主的谱。他敢跟我吵架，我就揍死他！这个家必须分。坏了，分了家，这死老太婆手里的屠宰场工作和钱，我们可就半点都沾不上了。哎呦，我的亲家母啊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建军可是你亲儿子啊，哪有当妈的要把亲儿子分出去的道理啊？就是，你要是敢把建军分出去，我们陈家第一个不答应。我妹妹嫁过来是当长子媳妇的，不是来跟你吃苦的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秀英姐，建军怎么把王大队长都惊动了？
一个穿着的确良碎花衬衫、身段窈窕的女人挤了进来，正是杨大山在外面的相好张玉娟，也是杨建军的亲妈。秀英姐，我刚才在村口听人说你要跟建军分家，这可使不得啊！建军可是你的亲骨肉，别什么都留给向东。我的意思是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呢？这话看似在劝和，实则是在拱火，句句都在暗示沈秀英为了一个捡来的养子，苛待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妈，连外人都知道你偏心已重，我才是你亲生的。沈秀英是有点过了，向东毕竟不是亲生的。是啊，哪有为了养子把亲儿子往外推的道理？秀英嫂子，分家的事不是儿戏，你可想清楚了。建军说的对，大山哥不在家，这事不好办。好啊，王大队长说的对，建军也说的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该分。这几块狗皮膏药暂时是甩不掉了，但也不能让他们过得那么如意。妈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周围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不料沈秀英下一句话让他们再次炸毛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就得有个一家人的样子。从今天起，为了我们这个家能更好的过日子，我决定这个家我来管。杨建军、陈秀琴，你们两个所有的钱必须一分不少的全部交到我这里，由我统一保管，统一支配。你们要是同意，这家就不分了。杨建军和陈秀琴的脸瞬间从狂喜变成了惊恐。要是全部上交，陈秀琴还怎么买新衣服，还怎么接近娘家？不行，凭什么？我们的钱凭什么给你管？就凭我是这个家的当家婆婆，就凭杨建军是我儿子，吃我的住我的。你要是不愿意也行，现在就分家，你们两个净身出户，滚出去自己过。建军，你快说句话，你是个男人，怎么能让媳妇的钱被你妈捏着？杨建军左右为难，急得满头是汗。沈秀英根本不给他犹豫的机会，他直接看向王建国。王大队长，你都听见了，不是我要分家，是他们不想当一家人，自然如此。你就做个见证，今天就把这个家给分了。妈，我交还不行吗？咱们先上交，那个野种现在提拔了副团长，以后有机会老太婆把野种的津贴拿回来。我偶交，光说不行。王大队长在这，白纸黑字立个字据。王建国点了点头，字据很快就写好了。沈秀英签下自己的名字后，递到他们面前，签字按手印。两人不情不愿地签下名字。上辈子被他们敲骨吸死，这辈子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妈，那个屠宰场的工作呢？钱没了，要是能把工作弄给大哥，那也算不亏。工作，我的工作凭什么给你大哥？陈家人来的嚣张，去的荒凉。王建国见事情解决，也就离开了。院子里只剩下面色铁青的陈秀琴和杨建军。沈秀英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，转身就往他们的屋里走。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屋子。沈秀英进屋翻找了一会，从他们屋里一找出沓厚厚的大团结，少说也有200-300块。我的钱啊！死老太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的钱，字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的财产全部上交。这笔钱是我给你们的钱，现在不过是回到我这里。杨建军看着那笔钱，心疼得直抽抽，那可是他们俩费了多少脑子，才从沈秀英那里骗来的钱。妈，你给我们留点吧，我们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。留点？那分家，你们净身出户。杨建军当然不想分家。宋向东虽然人狠但孝顺，每年给沈秀英的钱不少，只要再忍忍，总能从沈秀英手里骗更多回来。走亲戚回来的杨大山已经在路上听张玉娟说了事情。沈秀英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你一个杀猪匠管什么钱？我这么有文化的人，脸皮子都被你给搞没了。杨大山学历初中，一辈子以文化人自诩。爸，昨天宋向东写信回来，肯定是他说了什么，妈今天才这样的。我打死你这个搅家精！然而他的手还没落下，脸上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，随后是第二个巴掌。前世她被丈夫一家敲骨吸髓，晚年还被逼迫净身出户。临死之际，她才知道自己百般嫌弃的养子才是她的亲儿子。所以沈秀英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了软饭丈夫一巴掌。第一巴掌是打你教子无方，养出个废物；第二巴掌是打你不识好歹。沈秀英打得杨大山脑子嗡嗡作响。结婚20-30年，沈秀英像佣人伺候老爷一样服侍他，今天居然敢打他。沈秀英，你是疯了吗？是，我是疯了。所以你们最好都给我老实点，不然我可不知道我的杀猪刀会出现在谁的脖子上。饿了吧？妈给你做好吃的。很快，沈秀英端着2个大碗从厨房出来，2碗鸡蛋手擀面，她把手擀面放到堂屋的桌上。吃吧，这是我们的晚饭。这个家从今天起我说了算，你是我女儿，就该吃最好的。谢谢妈妈。沈婷婷拿起筷子开始吃面。杨大山看着这一幕，脸都气绿了。沈秀英，我们的饭呢？滚！没手没脚不会自己做吗？一天天在家除了吃软饭什么也不会做。妈，你给我几个鸡蛋，我去做面吧。你孙子大壮和二壮总要吃鸡蛋面吧？而且哪有丫头片子吃鸡蛋面的？我家以后姑娘就吃鸡蛋面。从明天开始，杨大山、杨建军，你们2个必须给我拿满10个公分，少1个晚饭就减半。下了工必须去海边赶海，抓回来的鱼虾贝壳全部上交。以后家里的活全归你，后院那块自留地
给我伺候好了，每天还要上山捡满1担柴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捡点菌子。每天退潮，你也给我去海边，挖不够1篮子花蛤、海蛎，就别想吃饭。沈秀英，你疯了吗？有你这么当婆婆的吗？有啊，我以前掏心掏肺对你们，也没见你说我一个好字。从今往后，我当家，我说话就必须听。差不多行了，我还饿肚子呢。谁跟你差不多？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你滚去隔壁杂物间住。什么？你不要搞错，我一个文化人住杂物间。向东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当初就不该把他从垃圾堆里捡回来。狗屁文化人，初中都没有毕业的4个屁。沈秀英，你疯吗？你还敢打我？怎么不敢？我告诉你们，刚刚我立的规矩，做不到的人我1天1顿打伺候。妈，你得了失心疯吗？就是啊，婆婆也应该去学学玉珍干妈，人家那叫一个大方得体。你是我生的儿子，居然说我得了失心疯，一点孝心都没有的白眼狼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外面的野狗生的野种。闻言，杨大山吓得冷汗直流。他该不会是知道了什么吧？不可能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以他的性格，要是知道早抄起杀猪刀砍死我了。怎么会呢？妈打儿子天经地义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说错了话。于是沈秀英又给了他几巴掌，看着他的脸肿得像猪头，沈秀英终于满意了。还是我家大儿子孝顺，你们从明天开始给我努力干活，干活多了有奖励，干活少了要挨打。所有人都挨了一顿打，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沈秀英的话了。杨大山一声不吭抱起地上的衣服被褥，打算去宋向东住的房间。杨大山，这是宋向东的房间，你给我住猪圈厨房旁边的杂物间。你真要让我睡杂物间啊？这些年我把你惯坏了，老话说得好，惯夫如杀夫，以后我要严加教育你，不听话的通通巴掌伺候，骗你的听话了也巴掌伺候。杨大山老老实实去了杂物间住。第二天一早，沈秀英起来先去厨房煮了2个鸡蛋，她和沈婷婷吃了骑车去上学。妈，咱家的车能让丫头骗子骑吗？整个大队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，之前只有杨建军和杨大山才能骑车，沈婷婷只有擦车的份。你作为大哥，应该照顾弟弟妹妹，平时粮食都吃到狗肚子里了吗？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可是你儿子，之前家里有好东西都是紧着我的，也不知道妈最近受什么刺激了，今天居然还让沈婷婷这个赔钱货骑自行车。你要不是我名义上的儿子，我能把你是爹打出来。陈秀琴，鸡鸭喂了吗？猪食煮好了吗？院子也没扫，后院菜园子的水也没有浇，你个懒婆娘就知道吃。妈，我刚扫了院子，你没看见吗？地上还有鸡毛，你扫哪里了？整天就知道在家里吃闲饭，别家的儿媳妇一早上干了1天的活，就你懒得生去。沈秀英，早饭做好了没？一想到杨大山2辈子靠着他，日子过得那么滋润，还把他的亲儿子变成养子，让他抚养3姐的儿子，沈秀英就恨得牙根发痒。他同样给了杨大山1巴掌，3个人顶着整整齐齐的巴掌印。怎么又打我？一大早的顶着一个猪头脸，老娘看见你就烦。沈婷婷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她有心转移话题，于是提起了早上寄来的信。哇，二哥写信说什么？他说娶了个媳妇，刚打了报告结婚，部队还有任务就不带你二嫂回来，上辈子自己还脑子不清醒，把向东的媳妇林慧君欺负惨了。晚，二弟有了媳妇忘了娘，结婚这种大事应该先跟你说，哪有自己就把亲事也办了？以后津贴还能寄给你吗？当年建军把进部队的机会让给他，他一点感恩的意思都没有。烂嘴的婆娘，建军那怂样子去部队给人笑话吗？他那怂样当不了兵，扛不动枪。妈，明明就是我让给向东的。当年明明是你哭着喊着不肯去当兵，征兵的同志说你是怂包蛋，连个民兵都当不了，你现在做什么梦呢？沈秀英发泄了一通，叫沈婷婷骑车去学校，而她则是提着一个篮子去海边敲海蛎。她敲了1个上午，看了时间差不多，沈秀英挑着篮子往家赶，还没走多远被张玉娟给拦住了。秀英姐，你是不是更年期了？张玉娟的男人跑船时常大半年不在家，公婆死得早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我更年期关你屁事？哎呦，你这么粗俗的呀？像我这种斯文的女人是不讲脏话的。秀英姐，你个死老太婆，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毒妇！呜呜呜！沈秀英抓了一把黄沙土塞他嘴里，拍拍手，挑起担子回家。他从干活的田地里经过，生产队的人都在地里干活。宋婆子，你向文化人说，昨晚摔了脸，叫你在家杀一只老母鸡给他补补。糟老头子想得美，老母鸡是带给向东媳妇吃的。向东结婚了，我记得你说让他娶你大姑姐家那个二闺女的。带着3个拖油瓶的伏地魔配不上我家向东。你们几家最近有鸡大鸭蛋，别拿去镇上供销社卖，都换给我吧，我带去给向东他们吃。花花，你腌咸鸭蛋很厉害，换我10来个。刘大花年轻时和沈秀英关系不错，只是当初沈秀英瞎了眼，就因为刘大花说了一句杨大山的坏话，追着他骂了好几条街，两人关系也因此冷淡下来。好吧。沈秀英回到家，坐在院子里把海蛎肉踢到盆里，做了一顿海蛎煎。
沈婷婷和她吃饱后，沈秀英将剩下的米饭放到房间里，并上锁。婷婷，我把房间钥匙给你一把，你饿了就去拿点东西吃。不过钥匙可不能给你哥嫂。不用了，妈，我不饿，多喝水就好了。沈秀英将钥匙塞到女儿手里。此时，杨建军家2个儿子闻着海蛎煎的香味回到了家。奶奶，我肚子饿了，你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喊什么喊？你妈那个懒婆娘还没回来做饭呢。那就让姑姑去做饭。小兔崽子，你敢指派你姑姑去干活？婉，你怎么能打孩子呢？他还那么小，大壮可是你孙子啊。说的对呀，子不教母之过，我就应该也打你。我看你还敢不敢那么晚回来？那么晚回来是觉得我不会饿2个孩子，会自觉去做饭是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现在就去做饭。婷婷，你听我的话，别念书了，女孩子念书做什么？你大哥那么聪明的人，为了你跟向东都没有念书。李玉娟阿姨给你找了个对象，明天跟我去相看。我跟你说，男方家条件有多好，叫妈也没用。秀英，婷婷已经15岁了，相看一下订婚，到了年底结婚，彩礼钱还能让我们过个好年。我光打他们母子，没打你不高兴了是吧？好了吗？别打了，是爸说错话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婉，饭做好了。我就不吃了，我和婷婷吃过了。大山，吃饭吧，吃饱了好下地干活。你是一家之主，就要有一家之主的样子。秀琴，怎么又吃地瓜粥？好歹焖一锅米饭吧。妈把粮食都锁在房间里，只有这几个地瓜。健健，你跟妈商量一下，我这一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根本干不完。你媳妇这个月拿了有10几斤米面回娘家，猪板油、大骨头和猪肺没少拿，现在想吃米饭猪肉，梦里锁脚丫子去。沈秀英目送沈婷婷去上学后，她坐在院子里磨刀，心里却在算计前世后面的事情。张玉娟的男人跑船得了不少好东西。张玉娟前几年还偷了一个右派的家，得了宝贝字画古董金条，全都藏在了后山的山洞里。后来她拿着字画去拍卖，成为远近有名的富婆，就用那些东西抵扣我养大了杨建军的费用吧。下午，沈秀英扛着铁锹准备去山上把张玉娟藏起来的宝贝挪个地方，冷不防听到有人喊她，回过头来就看见满脸通红的梅芳，她是张玉娟的儿媳。怎么了，梅芳？婶子，那个我没事，我就是。沈秀英看她支支吾吾的神情，立马猜出了杨大山又去你家找你婆婆了。天啊，婶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婶子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他还说什么要跟我玩一玩，不要脸的老东西。怎么办？我婆婆很凶的，王聪又是个孝顺的，不怕婶子笑话。我们结婚那一天还是婆婆跟我们一个屋里住，她说看到儿子结婚心里难受，觉得养大了的儿子被别的女人抢走。王聪去哄了她很久，最后在我们屋里搭了一张小床，一直住了有1个月才搬出去。这不要脸的东西，跟杨大山还真是茅坑的屎堆上绿头苍蝇，就是那个味。梅芳，你听我的，到时候你攥紧王家的钱财，还不是你说了算。谢谢婶子。对了，我婆婆给了她5块钱。好咧，我听杨大山有一回喝酒说胡话，说是你婆婆把一部分钱藏在了她房间5斗桌下面的石头缝隙了，是你公公寄给你们家用的钱，你拿了钱藏起来，不告诉任何人。就你那个软蛋男人，遇到事情只会躲在他妈后面，根本不会管你和孩子。谢谢婶子，我明白了。梅芳匆匆离开，沈秀英继续往山上走。她根据前世记忆找到了地方，是个不大的山洞。她从里面挖出几个木盒子，其中有1整箱的小黄鱼，剩下的都是字画和一些镯子、玉牌、项链之类的东西，全是几百年前的老东西。真是发财了啊！张玉娟这些年没少祸害那些资本家，举报对方还要偷人家的东西，全藏在这里了。现在倒是便宜我了。沈秀英重新找了一个更加隐秘的山洞，将东西埋了进去。埋完后，她还特地捡了一些柴火才回家。到家后，沈秀英做了几个鸡蛋饼，她一口气吃了好几个，又留了几个给沈婷婷。奶奶，你是不是偷吃鸡蛋了？偷你老子！我吃鸡蛋需要偷吗？我妈说了，鸡蛋只能给我们吃。老太婆吃点地瓜粥配点萝卜干，奶奶和姑姑都不能吃鸡蛋。妈，你干什么又打孩子？懒婆娘，叫你做饭死哪里去了？家里的猪都比你勤快，猪都知道屎里刨屎，你只知道吃屎。你看看冷锅冷灶的，你从前在家也这么懒。妈，我现在就来做饭。你懒得没干活，那2个上工也偷懒。你们今天晚上只能吃地瓜汤，没有碎逼给你们煮粥。我要分家，老太婆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好啊，你们净身出户，那你把我的钱还给我们，净身出户就净身出户。算起来，从你们结婚到现在，被你弄走多少钱给老陈家？我没有。陈秀琴，我可都记账了。你这也记账？不然呢？被白眼狼占便宜，我可是很心疼的。要分家就抓紧收拾东西滚。陈秀琴一听说要净身出户，立马乖得跟鹌鹑一样。第二天，沈秀英去村东头的刘大花家，刘大花的男人被抓壮丁去了对岸，她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长大，婆婆对她动辄打骂，
他也一直待在小泉村没离开，说要等对岸的男人回来。刘大花，一个黑心的女人陪我儿子，都是你嘴巴馋要吃木瓜。哎呦，婶子，大花是你家功臣，给你儿子留了种，你应该供着他。像你这么见天的骂人，好好的福气都被你骂跑了。她嫁进来害我没了儿子，关他啥事？而且你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当年抓壮丁到对岸去的人多了，都是大花害的吗？大花守了这么多年，谁知道黄国平是不是在对岸又成家了？那就好，我还怕没人照顾国平。大花白照顾你个老太婆了。沈秀英走进院子，刘大花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谩骂，她一直没有出声。听到沈秀英为她抱不平，才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。你怎么来了？找你换鸭蛋，你儿媳妇快生了，你是要猪脚还是猪腰子？猪腰吧，等海燕坐月子，每5天换1副猪腰成吗？行啊，再给你2副猪脚。刘大花进屋去掏自家的咸菜坛子，拿了50个咸鸭蛋，里面还有10个咸鹅蛋。秀英，把那个筐子拿过来。沈秀英拿了筐子，大花又拿了酸菜放进去。向东可喜欢吃酸菜炒大肠了，建军那小子不爱吃，你这个当妈的就不做酸菜，家里没有吧？这还真没有。外面黄老太还在骂刘大花，又说明天娘家来人叫刘大花别拿咸鸭蛋送人，坐月子吃1副猪腰就行了，鱼汤也下奶，换什么猪脚？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就你儿媳妇金贵，我的儿媳妇我疼，5副猪腰都嫌少。沈秀英想到前世两岸开放，黄国平带着对岸的老婆孩子回来探亲，对满头白发的刘大花是满脸嫌弃，说他怎么看起来比黄老太还要老。大花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你遇到好男人比投胎到好人家还难。你家那个黄国平也不是个东西，他在对岸大多数娶妻生子。国平我为他操持这个家，就想见他一面。见了他以后，他肯定和后来的妻子说这个女人比他们还老，我怎么会对他念念不忘？那就是年轻不懂事，被家里人逼着娶了他。那你呢？你做牛做马的服侍杨大山，他瞎搞哄着你个憨子，你跟旧社会的丫鬟差不多。两人互相捅刀子，不分胜负。刘大花又去拿了自己的私房钱，这10块钱给向东的结婚礼金，这些钱先借给你，穷家富路的，你去向东部队总要带点钱，不然人家说你去搜刮儿子钱。沈秀英本来不想拿，又想不拿，最后也被黄老太的娘家侄骗了去，还是接过去了。大花，去他妈的孝顺，去他妈的克夫！他黄国平这么不经客，早死早超生。你这个儿媳妇挺像婆婆的，当年你婆婆也被骂克夫。黄老太气得想骂她，沈秀英一溜烟就跑回了家。第二天中午，她背着背篓到了屠宰场。沈秀英的徒弟周斌和甘志远热切地迎过来：“师傅，您终于来了。这2天我休息，你们做的怎么样？刮猪毛、分肉，就是被刘一刀说我们没学到你的本事。呸！别理他，他就是一直被我压着，找到机会就想挑错处。”沈秀英，2斤牛肉给你。不用。哼，副厂长给我的，分你1点。你瘦巴巴的，浑身没2两肉，再不补，怕你杀猪的时候被猪蹄子给燎死。好心就好心，怎么这嘴跟抹了百草枯一样？不过这肉刚好带给向东和慧君吃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对了，我打算请几天的假去南岛看我儿子儿媳，到时候让我2个徒弟顶班，他们学习没多久，你遇着事情多帮着点，回来我请你下馆子。哎呦，老沈同志知道心疼沈向东这个儿子了，你不会是去摆婆婆谱吧？死老刘，你伸舌头舔一下嘴唇，把自己毒死算了。我回去了，我徒弟要是有事情找你，帮着点。牛骨头养人，我拿了点牛骨头准备熬牛油，你带过去熬油还是熬汤都行。谢谢了，不过不是我说你这一把年纪该成个家了。亲，老子不给别人养小孩，未婚的又看不上老子，等我老了，直接找个老伴一起白头赴死。沈秀英拿着香烟去了屠宰场厂长的家，跟他商议让徒弟代班，请了15天的假期。代班可以，但你要跟刘一刀商议，遇到事情让他帮着点。先，我跟他说，你们2个争先进个人奖，争团队奖，争杀猪奖，他能帮你。他已经同意了。沈秀英回了家，杨大山几个下了地，陈秀琴也不在家，二壮在门口玩泥巴。奶奶，你带油条和水煎包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妈说不给你留早饭，她今天去外婆家想法子对付你，叫你把钱吐出来，还要野种的钱。鬼，你爸才是野种，看见你就来气。沈秀英进院直奔院子角落的鸡窝，抓了家里最肥的3只母鸡和2只鸭子，绑了脚塞到一个蛇皮袋里，还把咸鸭蛋、海蛎罐头、晒干的鱿鱼母、虾干、猪油罐子、晒干的5指毛桃、牛奶根、龙眼干全都找出来，分门别类的用布袋子装好。忙活了好一阵，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了，正在跟邻居刘丑女说话。刚子嘛，自留地里的菜帮我照应一点，你想吃随便摘，帮我盯着一点家里的那几个，别让他们欺负了婷婷。你真要去南岛，那得多远啊？就1个人过去。向东结婚了，我这个当妈的总要表示表示。嫂子，我多嘴说一句，向东那孩子长得跟你年轻时候可真像，
虽说是养子，可你也养了那么多年，比亲生的也不差，你对孩子好一点吧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过去。行，我帮你盯着家里，保证不让他们欺负婷婷。婶子，大山叔在地里晕倒了。大木，他怎么晕倒了？他被积分员骂了几句，大山叔一气之下就晕倒了。沈秀英叫哑巴把杨大山送到一旁的杂物间木板床上，又拿了几个地瓜给哑巴，抓了2颗糖给大木。哑巴，谢谢你了。还有大木，好孩子，婶子要出一趟远门，你帮我多照顾一点婷婷姐，别叫人欺负了她。婶子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众人把杨大山送到家，也就离去了。杨大山眼皮子都动了，就别给我装死了。沈秀英看杨大山没动静，上前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手感有点滚烫。哎呦，杨大山，你还真发烧了，给我起来！呜，沈秀英，你打我，真恶心！一大把年纪了，不怪我打你，都是为了你好。你但凡有点出息，你说我能打你吗？你这叫为我好。不然呢？打人也是需要力气的。我要去南岛看望向东，缺一点路费。我记得你藏了私房钱呢，你拿10块钱给我。我哪有钱？而且去看沈向东干什么？你有那份闲钱，不如多买点肉回来。你给不给？我说死老头子，你别逼我搞家暴，跟你要10块钱路费都不给，你诚心要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杨大山想要对打，结果就是被沈秀英推倒在地上一顿揍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钱在枕头下面。沈秀英走进杂物间，掀起枕头，在草席下面摸到2张大团结，没收了。你不是说只拿10块钱吗？我说了吗？你要是主动给就拿10块钱，打你不费劲吗？我再拿10块钱补补身体。沈秀英拿了20块钱出了门，去了刘大花家里。是沈姨呀，谢谢你跟我们家换猪腰和猪脚。你们又下海？妈去海边背石头，沈姨您劝劝她，为了不让她去背石头，没少跟柱子拌嘴。我们想着妈年纪大了，在家帮忙带带孩子，以后家里有柱子跟我，日子总不会太差。等我回来骂骂她。沈秀英拿了一根牛骨头和半个猪肝、猪肝盐、海燕，这些拿着。猪肝盐炖点橄榄给你妈喝，牛骨头炖汤最适合你这个孕妇。柱子她阿妈中气十足，什么都不用吃。太谢谢沈姨了。我娘家妈腌制有20几年了，拿一点给你炖汤。沈秀英接了篮子回家，一下午她满满当当收拾了2麻袋的东西，钱和小黄鱼、玉镯子都带在身上。傍晚去大队部开了身份证明，盖了章。第二天她凌晨起来，煮了20个鸡蛋，留了5个给沈婷婷，留了几张油饼，还拿了米面放在沈婷婷的房间里。遇到什么事情去你大花姨家。你早点回来。呵，二嫂一定很漂亮，这是我打零工买的夹子，希望二嫂喜欢，说是港岛的女人喜欢戴的夹子。你嫂子肯定喜欢，你又去帮走私客带货了。青阳从70年代初期就有走私，屡禁不止，一直到后世的21世纪初，走私达到了鼎盛期。那你记得小心点，遇到事情别害怕，记得1哭2求情3卖惨的诀窍。我知道，挣了钱给你。有了母亲的首肯，他越发的大胆了。后来的沈秀英也没想到，这辈子自己一不留神让女儿胆大包天，到后世有名。沈秀英挑着麻袋赶到火车站，找了个座位坐下。不断有人经过沈秀英的地方，有几个中年人的目光一直盯着她蛇皮袋里的鸡鸭。沈秀英立马亮出一把剔骨刀。小伙子，你们看我养的鸡鸭肥吧，我剔骨是一把好手，3、400斤的大肥猪到我手里1分钟就没了气。那几个男人不甘地离开了。有个年轻的女人见沈秀英3言2语吓退了别人，带着一个5、6岁的小姑娘挤了过来。婶子，我能带着孩子坐你这里吗？我带女儿要去南城探亲，我男人是海岛上的海军，只是我们还不能随军，孩子想爸爸，我就带他出来。听你口音像是宁城人，去南城也很远，怎么没带行李？妈妈被奶奶打了，我们偷偷的过来找爸爸。婶子，我本来也要来探亲的，就是因为探亲的事情才跟婆婆拌嘴，她和小姑子摁着我打了一顿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奶奶，我叫周夏女，叫我夏夏就好了。爷，向谢，吃个鸡蛋吧。谢谢奶奶。下了火车站，3人依然结伴同行，买票上了轮渡，来到南岛下面一个叫青山岛的地方。到了码头上，他拿出信封上的地址，找到一个开吉普车的士兵问：同志，请问这个部队大院怎么走？婶子，这是我们部队家属院地址，您是随军家属吗？我儿子沈向东结婚了，我这个当妈的过来看看，老家还有工作，请假来探亲。您是沈副团的母亲？您好，您好，怎么没听沈副团说过？我收到信就请假，还没来得及回信。另一边的夏夏妈也看见了海军，她去询问后，又跑回来跟沈秀英道别，说是跟着海军家属院的车离开。奶奶，我叫爸爸带我去找你哦。好啊，叫你爸爸带你们来我家做客。分开后，沈秀英跟随随军探亲的那些家属一起上了吉普车，颠簸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家属院门口。林慧君，门口空地是种菜的，你还拿来种花，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是资本家大小姐。沈向东区你这种女人倒了18辈子血霉，
他要是娶了司令的侄女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我看秦嫂子家也有种花，秦嫂子的男人是政委，人家一家子都很红，你算什么？林慧君气得眼眶发红。这时忽然有人跑过来大喊一句：林慧君，快去家属院门口接你婆婆。林慧君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她来到家属院门口，看见一个小老太带着2个蛇皮袋和一个帆布袋。您是妈？慧君吧，我接到向东的信了，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看看。向东还真是好福气，娶了这么标致的姑娘，改天我要当面跟亲家们道谢，把你养得这么好。林慧君愣神，这是沈向东嘴里那个偏心不爱小、喜欢三字经骂人话的婆婆。她预想过质问、辱骂、刁难，唯独没想到见面就是一通猛夸。妈，妈准备了改口费，到家给你。孩子，带我回去，这一路可折腾了。好，妈，向东去拉练了，我们先回家。妈，让我来吧。你城里人没怎么干农活，哪能挑担子？你把帆布袋和水壶拿着。听说你爸妈也在岛上干活，哪天让我们亲家碰面，我带了好多东西来，请他们过来吃一顿饭。向东那小子对你好吗？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，我瞧你脸色不太好，得好好养养。慧君啊，我听说你是读了书的文化人，我来之前听人说可能要恢复高考，你可别说出去。我带了一些高中的书本给你复习，咱们女人结了婚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。妈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恢复高考，我真的能？先去卫生院买小雨伞，等你读了书再要孩子，咱们要优生优育。婆媳俩这一次安安稳稳走到了家门口，再也不是像前世那样一见面就开始掐架。那个老太太是谁啊？好像是宋副团的母亲过来探亲。老天哪啊，探亲还是搬家啊？到底是资本家大小姐把农村老太太哄得翘了嘴。林慧君长得漂亮，别看平时忍气吞声，手段还真不少。林慧君吃不习惯岛上的粗茶淡饭，婆婆来伺候她了。宋副团不用给你倒洗脚水了吧？此话一出，林慧君手心都沁出了汗。她刚想解释，就见沈秀英把蛇皮袋重重放到地上。看你是个直肠子，也不用一张嘴就喷饭吧？你可怜到结婚这么久，你男人没给你倒过洗脚水，难怪你嫉妒我家慧君。回头送你一碗老陈醋泡一泡你那嘴。男人都是干大事的，怎么能倒洗脚水？男人在外面干大事，回家倒个洗脚水怎么了？以后再让我听到你拿我儿媳妇身份说事，我送杀猪的撂下一句话，绝对让你天天晚上做噩梦。你们同为家属院的女同志，本应该互相帮助，共同建设青山岛，一个个的满肚子只想取笑别人，不利于团结。一顶不利于团结的帽子扣下，那些家属院的妇女同志一个都不敢多嘴，有人自动离赵小云远一点。我没有取笑她，林慧君就是资本家大小姐，她这样的人应该被教育。沈家资你的本家了，组织上让她嫁给我儿子，说明她很清白，没有一点问题。你连组织都不相信，你想干嘛？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傻孩子，妈毛病不少，头一个就是护短，杀了38年的猪，一身坏脾气，你可要忍着点。军嫂们本来以为看到一场婆媳大战，暴躁杀猪匠大战资本家大小姐，没想到杀猪匠开战了，火烧了他们这些吃瓜群众。沈秀英环视一圈，锐利的目光落在了那几个嚼舌根的女人身上。以后别叫我听到你们背地里边排我儿媳妇，再有下一次，我直接撕烂你们的嘴，看你们一个个尖酸刻薄，脸上挂不住2两肉的怂样，在家不敢反抗，跑到外面欺软怕硬。等我儿子向东回来，我叫他找你们的男人好好比试比试，去叫后勤部的同志过来，我带的东西要做个登记，别给人留下把柄。沈秀英将带来的东西放院子里，院墙里有一棵芒果树和火龙果，还有几颗刚种下去的三角梅。赵小云不甘心地看着林慧君，可惜这院子了，林慧君栽了三角梅，用来种菜多好。三角梅好看，看了心情好。咱们家这一大块的都能种菜，还能在岛上垦荒种菜，回头找一棵兰花营种那里，开花那叫一个漂亮。妈，我知道哪里有兰花营。再叫向东弄个小亭子，里面摆一张桌子，晚上就在亭子里吃饭。某些人可别费劲煽风点火了，我儿媳要天上的月亮，我都说她有志气。后勤部的人来了，开始清点沈秀英带过来的东西，越清点众人看得越眼热。咸鸭蛋、鹅蛋、海蛎罐头、牛肉、牛骨头、猪头肉，2斤重的猪油罐子就有3个，还有红糖、冰糖、五指毛桃、牛奶根、菜脯干、虎尾轮，食餐都是带来炖汤。慧君这孩子体质弱，需要补补身体。酱瓜、腌酸菜、泡姜是给向东吃的，花生、虾干、龙眼干当零嘴，鱿鱼母炖汤用。沈秀英直接把一对玉手镯亮了出来，过个明路。这手镯是我外婆传给我吗？我要传给慧君的。农村人就想着一个传承，不值几个钱，是我对儿子儿媳的祝福。沈秀英送走了后勤部的人，戴着蓝布头巾的老太太提着篮子过来，离老远嘴里就在骂：赵小云，叫你去赶海，你去了吗？我现在就去。整天就知道在家吃闲饭，一点正事都不干。老太太在和赵小云说话，眼睛却直溜溜地盯着沈秀英带来的东西。慧君，搭把手，把东西都弄进堂屋里。妈，鸡鸭怎么办？带过来给你们吃的，明天杀一只，其他鸡鸭先养着，
就在院子角落那边角落垒个鸡窝。可我不会垒鸡窝。我会，我来的路上看到有一片小林子，去捡几块木头，再搬几个石头回来搭几个鸡窝。妈，我们要不还是等向东回来吧？那些石头我搬不动。你好好的看课本学习，真要是恢复高考，咱就考个好的大学。这些东西等我回来再收拾。沈秀英出门借了个小推车，来到废弃诈尸场捡了点石头回去，还拔了一些雷笋回去。半路经过一个上坡的地方，他有些力不从心，立马有小士兵跑过来：“老乡，我来帮你吧。”谢谢你啊。您是住下面渔村吗？不是，我住家属院，我儿子沈向东。沈副团是伯母啊！小士兵忽然喊了一嗓子。不远处的沈向东一路小跑过来，内心忐忑，他已经有4年没有见到沈秀英了。哎呀，我的儿呀！我上辈子怎么能认不出我的亲生儿子呢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想你，4年多没见，我多想你啊！想起前世接到他牺牲的消息，说他被炸死，连一句全尸都没有留下。这一世，沈秀英必须要改变儿子的结局。妈，是儿子不孝，我以后争取多一点时间陪您。那还是算了，有了媳妇，要多点时间陪媳妇。慧君这孩子省心，怕给你带来麻烦，受了委屈也不可能说。你当人丈夫的，要懂得察言观色，别叫媳妇被欺负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这还是我妈妈？我一直担忧的婆媳关系居然这么轻易就解决了。你们右边那个邻居叫什么？赵小云，整天阴阳慧君，今天被我对了一顿。沈向东帮沈秀英将推车推回去。晚上，一家3口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这次我请了半个月假期，好好的陪陪你们。妈给我的镯子，说是外婆给她的传家宝。谢谢妈。林慧君在家吗？林慧君前去开了院门，沈秀英蹲着玩也走到院子张望，只见林婆子推了一把小孙子刚子，快进去呀！狐狸精，让开！刚子仗着林婆子宠溺，在附近一向嚣张。哪来的乡下老太太？我要去吃肉！沈秀英夹着一块猪肺送到刚子眼前晃悠了一下，随即送到嘴里，一口下去，香味猪油的味道全都出来了。猪肺一定要用猪油和大蒜辣椒爆炒。奶奶，我也要吃肉。大妹子，我这小孙子调皮了点，你家儿媳妇也是很喜欢他的，经常带刚子，他也能早点给你生个大孙子。这孩子机灵懂事，就是嘴巴长了点。小孩子吃的不多，你就给个半碗肉就行了，只要是肉都可以，菜和蒜叶子就不要了。回去跟向东吃饭，给我盛一碗牛骨汤放在桌上晾凉。哎呦，我家慧君可不能跟这种没教养的孩子接触，宁愿不生都不要这种孩子，怕他将来长大了成为社会的败类。你敢骂我孙子？哎，骂的就是你孙子，谁家烧肉都能闻着味过来，你这孙子鼻口都厉害。林婆子怒瞪沈秀英，她冲过来就想动手，沈秀英一个错步避开，脚下一用力踹到了林婆子膝盖窝那里，林婆子对着宋家的门跪了下去。这位大姐礼数还真多，知道平时欺负我儿媳妇是干坏事，跑这来道歉了，知错能改，还有点救。刚子不过7、8岁，最是欺软怕硬的年纪，看到沈秀英连他奶奶都打了，哭着回家喊赵小云：“妈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！”林婆子又要翻了，她那是要肉，哪家吃肉都能闻到味道跟过去，借口孙子要吃肉，带的碗能把一天的菜都挑走。你们家小孙子一口一个狐狸精，是你们大人教的吧？老狐狸精养了一群小狐狸精，看别人也是狐狸精，下次再让我听见，我不打孩子就打你们这些老狐狸精。赵小云吓得带着孩子赶紧溜了回去。沈秀英关上了院门，将林婆子关在门外。走吧，慧君，回去吃饭，风口里吃饭要胀气的，晚上海风大别吹坏了。谢谢妈。慧君，委屈你了，看来明天得找沈飞比划比划了。第二天，沈秀英正在喂鸡，有个小男孩嗦着米饼走进院子。奶奶，是米饼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板凳。前世的板凳就是沈秀英的小尾巴。这孩子对沈秀英好，也对林慧君好，只是沈向东死后，他就不知道板凳后面的事了。我看到你口袋里的鸡蛋了，被你发现了。奶奶，这个鸡蛋给你吃。不用了，小板凳自己吃吧。沈飞，你的脸怎么了？鬼喊什么？嫂子，你家沈飞跟我比试，我一时失了手，打得重了点。那你也不能打他的脸啊。不好意思，昨晚听到有人骂我媳妇，我想起来就火大，手上没有控制好力量，下次想起来再火大可能更重。中午，沈秀英准备好了几根牛骨头和2斤牛肉，1罐猪油、海蛎罐头和10个咸鸭蛋以及20个鸡蛋，还拿了5斤面线、2斤红皮花生仁一起装在蛇皮袋里。慧君，你回娘家一趟，问问亲家晚上来家里吃饭吗？妈，东西太多了。不多，以后叫向东每个月贴补一点亲家，他作为女婿也该尽一份孝心。好了，你去吧，现在打鱼的渔船也该回来了，我去海边看看。林慧君点点头，赶紧收拾一下屋子，然后才提着蛇皮袋往娘家走。路上遇到赵小云和贾大方几个人。宋副团的媳妇拿的是什么？骨头，估计还有不少好东西，她肯定把婆家东西搬回娘家，不要脸的贱皮子。资本家的小姐最会偷东西了，
走路扭来扭去，勾引男人流口水。咱们岛上的男人哪里经得住她勾引？你们这么说不好吧？林慧君实生的好看，她也没故意扭。缺嫂子，你的意思我跟大方故意说她不好？她嫁给宋副团之前就是在岛上挑大粪的，她不勾引男人陪睡几次能换去开荒种地瓜。去年开始在小学当老师了，我也想当老师，不就是我太正经没陪睡吗？得了吧，贾大方，你上了1个月的扫盲班，认得字还没玉红班的孩子多，你就是睡得脱了皮也没法当老师。小伙子，这个红鲟怎么卖？婶子，我这个不卖，要送去南城。这玩意蒸个糯米饭最好吃，红鲟又是大补之物，弄点米酒干煎也香。你送去南城也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，你刨去路费那些，给我算个价。鱿鱼也买几斤，白带鱼也来2条，还有1条狗鲨用来炖汤最好了，婶子要不要一并收了？行，狗鲨也给我。海生一下子就眉开眼笑，还送了几条丝丁鱼跟沈秀英，他也不提什么要去南城卖货。看沈秀英带的篮子装不下，很干脆的说要给他送回去。这可是大客户啊！婶子，你家儿媳偷家了？婶，胡说，我儿媳妇又不会顺一道青阳，怎么会偷我的家？随着贾大方拦住了去路，不少人都停下来看热闹。这么大一个蛇皮袋啊，里面不少东西，我都看到有骨头。这种儿媳妇要被打死，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还把婆家的东西往娘家搬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跟你说他偷家的？我跟赵小云都看到了。嘿，只是看到就认为我儿媳妇偷了家，没有经过调查就朝我儿媳妇身上泼脏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咱们去政委那里评评理。像你这样红口白牙随便污蔑别人偷盗，实在是可恶至极。贾大方被沈向东的母亲骂了一通，心瞬间跌入谷底。他一心想嫁给沈向东，抛了几次媚眼，被沈向东说他斗鸡眼。婶子，你那儿媳妇狐狸精转世，她肯定会克送副团，这种女人最会吸食男人的精气，你可别被她给骗了。找媳妇应该像我这种屁股大好生养。这一巴掌打你是因为你骂我儿媳妇，她是狐狸精，你是黑熊精，我宁愿儿子娶狐狸精也不要黑熊精。死老太婆，你敢打我？贾大方猛地扑上去，又被沈秀英打了一巴掌，他发了疯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婶子，你别打了，你年纪大，哪里打得过年轻人？他话音刚落，就看见沈秀英把贾大方按在身下打。让你嘴巴贱，让你欺负我儿媳妇，不长脑子就别那么缺德，惦记你不该惦记的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再不停手把你们都铐起来！公安同志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我买个鱼被他拦住，又是骂我狐狸精，又是先动手打人的，那么大一个黑熊精打我老婆子啊！我一个老太婆好惨啊！可是我明明看到是你在打人的。张姐，你没看错，就是这个老太婆先动手打人的。你们认识啊？原来是关系户啊！我说这个贾大方怎么欺负我一个老太婆？合着你们是来给他撑腰的？姑娘，贾大方平时骂你吗？我不知道。小伙子，贾大方是不是说你穷酸气？他说的也没错，我虽然穷，可我红啊。我是军属，但我理解你们护着贾大方，到时候我承认是我挑事，是我没能骂不还口。我没说。你说要抓我，说我打人。这个贾大方什么来头？他哥跟这2个戴帽子的是一伙的。团伙啊！我们是同志，什么团伙？是他拦住我们，一张口就是什么狐狸精克夫，不是你们平时包庇他，能这么嚣张吗？婶子可是大客户，要护着点。贾大方冲过来就想打海生，巴掌刚举起来，就被沈秀英抢先打了2巴掌。我是做好事，保护人民群众，抢拿和强打都差不多。你们怎么还不把这个老太婆抓起来？就看着她这么欺负我吗？大方，回去。贾大方，凭你的脑子不会等在这里拦我，怂恿你的那个女人太坏了，看你挨打跑的没影，我要是你就去找她算账。她凭什么说我听了别人话？是偷听我们说话的吗？贾大方脑子还真是让人有点心酸。海生提着筐子送沈秀英，他拿了钱给海生，特意抓了一把水果糖给他，拿着吃。谢谢婶子，以后我出海遇到好的鱼虾给你留着。沈秀英在家处理海货，小板凳跑前跑后的帮忙。王大娘走进院子笑道：我说你怎么天天不回家？原来是到这里来了。沈大娘，我家小板凳送给你家吧。听口音，你们东北的。是啊，这狗鲨看着滑溜溜，一摸一手粘液，能好吃吗？能，对伤口恢复最好了。我家向东太会忍了，等会我做好了，送点给你尝尝海边人的东西。那我中午端点酸菜饺子给你。行。妈，我爸妈说这镯子太贵重，您还是收着吧。本来他以为农村家庭拿出来的老物件也不会多值钱，心安理得收下来。谁知道娘家父母看了说是水头极好的老物件，价值不菲。给你的就是你的，这样的老物件我还有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不知道。向东他爸那个软饭男就是个吸血蚂蟥，以后你要是去了老家就知道。你只管和向东过你们的日子，有时间跟婷婷多联系，他这孩子胆小。妈，我跟向东会照顾好婷婷的。好了，你回去看书学习，你听我的话，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。我回去之前先把菜种上，你以后没事问王大娘。好，谢谢妈。沈秀英种完菜后，有一家人走进院子，
身上皆是穿了带补丁的衣服，可看起来干净整洁，特别是那走路的气质，一看就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。您好，是亲家吧？你好，庆姐，进来吧。慧君在房里。爸妈，这是我娘家爸妈，这是我大哥、大嫂、二哥和二嫂没来，我还有一个姐姐结婚的早，不在青山岛，我弟弟今天还在上学，下了学再过来。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泡茶，剩下的好茶叶给你爸妈带回去。慧君，你大哥家孩子没来？还在学校，下了课跟我弟弟一起过来。那你去陪你爸吗？炒个花生拿出来。亲家，别忙了。你们把慧君养得真好，这么好的姑娘嫁给我儿子，我早就想请你们吃饭，以后有空跟慧君去我老家，我一定杀一头猪。沈秀英有心大展厨艺，做了一桌子好菜：糯米蒸红鲟、椒盐丝丁鱼、水煮三鲜、狗沙炖豆腐汤、土豆焖牛肉、海蛎煎。妈，咱们回去也要这样做着吃。这费油，向东每个月的定量也不少，即使没有定量，也可以向私人换油。山上的茶油，老百姓家里种的花生油都可以。沈秀英又端了一碗狗沙豆腐汤，拨了半盘子海蛎煎和椒盐丝丁鱼，鱿鱼送给隔壁的王大。妈，听说巡逻的在附近发现了一艘小船，海军今天出动了好几艘船出海，就咱们岛上飘来好几个气球，里面除了传单，还有饼干和糖果，会不会戒严？哪年都有几年飘气球，没事的。大妹子，你家有客人，怎么还送菜过来？我的手艺，给你们尝尝味道。王大娘赶忙端了过去，倒在自家的盘子里，又从自家的锅里加了一些蒸饺放在盘子里。我家包的酸菜粉条蒸饺，还有一盘是小葱豆腐馅，你拿回去给亲家尝尝。几个酸菜饺子换人家一盘油炸鱼，大娘你可真会打算盘。赵小云，你找抽是不是？我开个玩笑，王大娘，这不是你们东北，别动不动就抽人。再给我说一句，老娘拿鞋底抽烂你的大嘴巴子。向东还没有回来，等慧君弟弟和侄女过来，咱们就先吃饭。部队里有事情，说不准要到什么时候。沈秀英招呼大家一起吃饭，等吃了饭，送走了林家人，还不见沈向东回来。往日向东也会有晚回来，甚至还有天亮才回来的时候。妈，你先回屋睡觉。人老了，睡觉也少，你先回去睡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沈秀英往后面的茅房去，离着远远的看到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她打起了精神，左右看了看，从墙角拿了铁锹，蹑手蹑脚的朝茅房走去。靠近的时候，他一只手用铁锹直接撑过去。快来人，抓坏人！黑影被铲的尖叫了一声，闪过杀意，朝他举起枪。沈秀英又是一脚，正中他裤裆的地方，一声枪响，惊动了所有人。沈秀英左手胳膊受了伤，她忍着痛，一屁股死死的坐在他身上。那黑影本就从海里游上来，费了不少力气，现在更是挣脱不了。大娘，放了我，我给你钱。你想用金钱腐蚀我？你想得美！很快，有人打着手电筒跑过来，婶子，快进来，抓坏人！保卫科的人将黑影控制住。沈秀英被一个小战士扶了出来，她手臂的衣服破了，鲜血顺着胳膊一直滴下来。婶子，你受伤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上茅房看到有个黑影鬼鬼祟祟，顺手拿了铁锹。宋婶子半夜上茅房还立了功，真是走了狗屎运，我怎么就没有这好运气？保卫科的人把那男子拽了出来，还找到了一把手枪，一看款式型号就知道是对岸用的。他狠狠地瞪着沈秀英，被保卫科的人甩了一个耳光。看什么看？沈秀英被紧急送到卫生所包扎伤口，先是有部队的领导和家属院后勤保障科的人过来，还提了一些营养品。沈同志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提，你这是立了大功，具体的事情就不跟你说。总之，你这次是立功了。后勤保障科的马科长留下来，关切地跟林慧君多说了几句话，随后开了个条子，让林慧君明天去供销社领取这些物资。这是给宋同志养伤的，谢谢马科长和领导们。不打扰你们休息了。沈同志就住在医务室几天，观察伤口再回去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沈向东终于回来了。此时的沈秀英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眉头紧皱。向东，对不起，是妈不对，我怎么能认不出我的儿子？呜呜，向东，妈的心好痛好痛。妈，你养大了我，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林慧君被惊醒，被沈秀英的那句“我怎么能认不出我的儿子”给惊得乱了思绪。慧君，妈高烧了。林慧君连忙去找了赵医生过来。赵医生为沈秀英测了体温，我去给她开点退烧药，你们家属盯着点，给她多喝点水。向东，都怪我不好，我3点钟还摸了他额头，后面太困就打了个盹。没事的，妈只会担心你，你回家休息一会吧，我在这里陪着妈就好。向东，活着真好。妈，你做噩梦了，使我不孝，这几年也没有回去看望你，你把我拉扯大很不容易。以前是儿子不孝，以后儿子一定好好的孝顺您。妈，你留在青山好不好？别再去杀猪了，
妈等过几年来跟你们一起生活，你妹妹还小，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待在那里。那咱们把婷婷也接过来。妈自有主意，等到想过来的时候一定过来。大妹子，你可真是我的英雄偶像，上个茅房都能立功，换个人吓得腿都软了。你们夫妻两个赶紧回去歇一会，我来照顾大妹子。大娘，我陪妈。不用，我跟你妈是一个年纪的人，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你们年轻人别在这里碍事，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。慧君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向东，你也回去睡觉，不能耽误部队的任务。那大娘，谢谢你费心了。这有什么？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的，咱们都是邻居。我叫板凳妈去码头看看有没有狗鲨，听说狗鲨对伤口好，幸好昨天跟你学了怎么杀鱼，怎么炖汤。谢谢你，王姐，喝了你的鱼汤，我觉得今天都能回家了。沈秀英在卫生所仅仅待了1天就回家了。林慧君的妈妈和大嫂一起来看望她，还带了一套新衣服给她。我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新衣服。妈，我也给你做了一件，还差扣子没好。这衣服颜色也衬你的肤色，穿上肯定好看。对了，后勤保障科的马科长说让你去供销社领取物资，你去了吗？我去了，马科长这人给的可真多，米和面粉各15斤，还有挂面、米粉、罐头和肉票。沈秀英立功，隔壁的林婆子更是眼红。也就是沈秀英狗屎运好，要是我遇到，肯定用小粪勺子就把坏人的事给打出来，怎么会让自己受伤混吃混喝的？林阿婆，你这么厉害，也去走个狗屎运呗。你等着，早晚我也立功。我们等着。你来家属院可有好几个年头了，这早晚得要多久啊？你送隔壁鱼做什么？他也不会领你的情。不用领情，就是一个家属院住着，婶子抓坏人受伤的要吃点营养的。他进来先问了沈秀英胳膊的伤势怎样，又把手里的几条鱼给了林慧君。我娘家就是下面的渔村的，娘家哥哥送来几条黄翅鱼，煮个面线给婶子吃。谢谢了，我最喜欢吃黄翅鱼了。那我叫大哥再送点过来。不了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了，吃点花生。婶子不多住一段时间。我在老家还有工作，屠宰场1个月给我开60块钱的工资，平时还有骨头、猪下水这些东西分，我可舍不得多请假。我说婶子抓人这么厉害，原来功夫从这里来。别说抓人，我打架也都是杀猪积累的本事，一般人都弄不过。对了，小泉同志，你娘家那里可有卖小鸡仔和小鸭仔的？我娘家村子里没有，可隔壁的黄家大队就有卖鸡鸭崽子，他家养的鸭子也好，海鸭蛋可好吃了，我带慧君妹子去看看。我也一起去，现在就去，我闲得快发霉了。妈，你不能出去，得要在家歇着，你得要好好养伤。我就去看看，晒晒太阳。赵医生让我放宽心，说明心情不好影响伤口愈合。你也不想我在家唉声叹气吧？篮子你背，活给你干。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林慧君也不好再拒绝，给沈秀英换上新衣服。几人来到了黄家大队。黄大姐，我们来买鸡崽子。哟，你等着。黄大姐拿出2个竹筐，毛茸茸的小鸡崽子挨个挤在竹筐里，隔壁的竹筐里则是嫩黄色的小鸭崽子。我家男人骑车去卖鸡鸭崽子，自家也养了鸡鸭，需要鸡蛋鸭蛋的说一声，我们可以送货上门。沈母不会看鸡鸭的好坏，几个人看向沈秀英。亲家母，替我家也挑几只吧，回头叫孩子们去挖蚯蚓、赶海弄贝壳回来拌地瓜叶子喂鸡呀。先，沈秀英挑了40只小鸡崽子、40只小鸭崽子和20个鸭蛋回去，几个人满载而归。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贾大方扯着赵小云的衣服要打架。赵小云，是你怂恿我去找宋婆子告状，你说林慧君偷了一蛇皮带的东西回娘家，你把我丢在那里，你自己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贾大方，你长得那么丑，还休想嫁给沈向东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找人弄了兽药，说要在宋府团经过的地方找机会下药。我丑？你居然说我丑？你撒泡尿照照镜子，你不丑吗？我能生儿子，他林慧君瘦的跟一只猴子一样，能生儿子吗？沈秀英没想到又遇到这样碍事的，而且比前时提前准备了兽药。她看了一眼脸色惨白的林慧君，看来这面团一样的儿媳妇需要调教的泼辣一点。贾大方，就你那熊样生10个儿子也不稀罕。赵小云，你他妈的欠抽，见过恶毒的女人，没见过你这种脑子埋在祖坟里的恶毒女人。我跟你拼了！贾大方和赵小云2人对着沈秀英冲过去，林慧君一看，立马上去帮忙。沈母和贺春雨不说话，一味的加入战斗，几人打作一团。哎，你们别打了！几个人打架惊动了上面，全被带到家属院保卫科办公室。贾大方的老父亲来了，沈向东和吴飞也来了。妈，慧君，你们怎么样了？还怎么了？都怪你这个长得好看的脸。妈，我怎么了？老嫂子，我家大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要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老嫂子，我替他跟你赔个不是，还请您大人大量，别跟个孩子计较。
见过20几岁的孩子吗？哪家不懂事的孩子见天盯着别人家的丈夫，就想撬墙角破坏军婚？还是你们家的家教就是喜欢破坏别人的婚姻？贾大方找人弄了兽药，是打算给我儿子下药，好败坏他的名声。这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做的事情。贾大方老爸惊得合不拢嘴。我的乖乖女儿还是个孩子，不可能想出这么恶毒的法子。你搞错了，我家大方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很单纯，连男女问题都不懂。他全嫂子从贾大方随身背的小包里搜到一包兽药，她把那包药拍在贾大方老爸胸前。你喝一杯试试。不懂男女之事的大方，整天骂人狐狸精。好人啊，我就是看不惯总拿孩子来说事。是不是兽药？找赵医生过来看看。保卫科的科长年纪很大，最厌恶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赵医生过来一看，吓了一大跳。这是给种猪用的药，药量太大，可是要死猪的。如果是用在人身上会怎么样？也会死。沈向东脸色黑得能滴下墨水，他没想到有人敢给他下药。沈向东几步走到贾大方面前，一拳头砸在他旁边的门板上。宋副团，我只想以后别让我和我家里人看到你，否则我宁愿脱了这身衣服也不会饶过你。还不知道事情真相如何，你不要激动。沈秀英掐了林慧君的胳膊，婆媳二人对视一眼，意见统一。林慧君哭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。好好的婚姻叫人搅得不成样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要找上级领导，总有人给我们一个说法的地方。你闺女想嫁人，你就去找未婚的招女婿。我家向东是造了什么孽，遇到你们这种不讲理的人。贾大方的父亲骑虎难下，只能逼问贾大方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贾大方吓得什么都说出来了，最后还不忘把赵小云拖下水。是他说沈向东厌烦了林慧娟，还说沈向东是喜欢像我这样能生儿子的女人。爸，不是我的错，都是赵小云那个婆娘坏事。贾大方，我叫你去拿兽药的吗？滚回去，要你在这里多事。赵小云捂着脸转身要离开，被林慧君的嫂子贺春雨拦住了。赵小云不是一次挑事，就这么回去不像话吧？对我小姑子有意见说出来，我们也好知道小姑子是哪里得罪你了。这是我们邻里之间的纠纷，回去我带着小云亲自找宋副团解释。纠纷？我怎么觉得是你家媳妇单方面泼脏水？你又是谁？我是林慧君的娘家人，小姑子被欺负，娘家人自然要来说话。贺春雨手心里全都是汗水，必须趁着这次机会把闹事的都处理了，否则没完没了。慧君以后还会被欺负。在保卫科的地盘上，有你无非什么事情？你媳妇做了多少坏事？你他妈的有胆子说不知道？睡一个被窝的人，那地方几根毛都一清二楚。今天我要为我儿子儿媳妇讨个公道。沈秀英一番话说的无非哑口无言。沈向东坚决要求给他一个交代，并且提告贾大方涉嫌破坏军婚。贾大方老爸脸色铁青，我的掌上明珠啊，如果认定破坏军婚，那可是要劳教的，他怎么受得了那个苦？沈副团，你就给我女儿一个机会吧，她以后不会再犯了。如果女孩子被劳教，这辈子就毁了。贾大方听说要劳教，吓得不知所措。爸，你救我啊！救你？他想救你，我也想救我儿子，我可不能让我儿子身边留个定时炸弹。先把贾大方关起来。你老贾，惯子如杀子。贾大方哭得嗷嗷叫，但保卫科可不会惯着他，3两下把他给拽走，只留下他凄厉的喊声。爸，你找人啊！我不想被关。看到女儿被带走，贾大方老爸对着沈向东就要下跪，林母抢先一步对着他跪下去。我求你了，让你女儿离我女儿一家远一点。老贾，你可别犯错误。亲家，相信组织上会给咱们一个交代。贾同志，你家闺女是孩子，我家闺女和女婿也是个孩子，都为了各家的孩子打算，咱们就别互相为难了。你要是觉得想跪一跪解决问题，我就叫家里的老头子儿孙都请假来这里跪着。别，老嫂子，我们一定秉公处理，您可千万别跟您亲家冲动。我们相信组织上会有一个公平的处理。向东这孩子是上交给组织上的，心思要放在正事上，不能因为这种小事情影响他。我跟儿媳妇事事都不让他操心。沈秀英说完还白了贾大方老爸一眼。一家人回到家里，隔壁的赵小云也垂头丧气回到了家，眼睛肿得像核桃，盯着宋家的院子不说话。沈秀英站起来，一只手端着一盆刷锅水泼了过去。你干什么？看你不顺眼，别以为处罚了你就用那种委屈嫉妒的眼神盯着我儿媳妇。以后我会时不时来家属院住一段时间，时刻都盯着你。吴家的几个孩子躲在屋里，赵小云哭着回到了屋里，拽着闺女打了一巴掌。我说你个丫头片子有什么用？吴大丫被打得红了眼睛，心里恨毒了沈秀英。另一边的沈家几人刚吃过饭，有个小战士跑过来。秀英婶子，有你的电话，是从青阳打过来的。老家来的电话。妈，会不会是家里有什么事情？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他没说名字，听口音很着急，似乎还哭了。对了，是个年轻的姑娘声音，说是过几分钟再打过来。我知道了，应该是婷婷。妈，我陪你过去。林慧君脱掉手腕上的护袖，跟在了沈秀英后面。沈秀英刚到办公室，就听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。耶，我是沈秀英，你是哪位？哇，是我啊，婷婷。哇，爸不让我读书了，昨天带我去相亲，我不想嫁给那个秃头，
那个人嘴巴很臭，一直靠近我。爸不让我告诉你，说这2天就先把亲事定下来。婷婷，你别回去，先去你大舅家里。大舅生病不在家，那个表嫂说不方便让我住家里，还说女孩子这么大应该说亲嫁人了。婷婷 ，K， 你去屠宰场找甘志远他们。妈，谢谢你愿意让我读书。孩子，妈今天就回去，你千万记得妈妈永远爱你。我知道了。慧君，我要回去了。妈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不用，杨大山那个畜生想让婷婷嫁人，我现在就回去宰了他。妈，你不让慧君陪你回去，那我请假陪你回去。还是我陪妈回去吧，现在情况严峻，你离不开南岛的。慧君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婷婷怎么没回来？她会不会去沈家庄了？他敢去沈家庄回来打断他的腿，玉娟阿姨给他找了那么好的亲事，人家二话不说给了300块彩礼钱。沈婷婷这个贱皮子不肯做亲，她眼睛长头顶了。300块钱到了杨大山手里，杨建军已经要走了50块钱，他转手给了陈秀琴40块。陈秀琴今天又送给娘家30块钱，兜里还剩10块钱，又去买了2斤猪肉，买了1斤炸枣。现在我可没钱吐出去。爸，要不要去找找？建军，你去你舅舅家走一趟，就说婷婷这孩子大了心野了，跟外面来的知青不3不4搞在一起。这行吗？可以，你舅妈这人最不喜欢作风有问题的女人。表嫂，舅舅舅妈呢？他们去医院了，还没回来呢。昨天婷婷也来过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说来话长，婷婷跟海市来的小知青搞在一起，妈去南城看向东，她在电话里气得半死。婷婷怕妈生气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表嫂，她再来你让她住下，托人带个口信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杨建军骑到屠宰场附近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沈婷婷和甘志远走在一起。杨建军没有惊动任何人，骑车回去通知杨大山，又让陈秀琴回娘家喊人。杨大山也叫了几个叔伯兄弟家的孩子，大家听说沈婷婷跟屠宰场一个小子搞在一起，晚上都不回家住，气得要教训那个野男人。你也别担心了，师傅很快就回来。我知道街上有个书刊摊，有很多书，甚至还有一些外面的小说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妹妹跟你差不多大，你们脑子里想的都一样。带我去吧，我可有钱。沈婷婷这些日子悄悄地加入走私队伍，从海边人肉运输物资，一趟也能赚个几块钱。不用你的钱，你是师傅的女儿，就是我的师妹。你个臭小子，敢拐骗我闺女！糟了，你快跑！不知羞耻的东西，学人私奔。我没有私奔，还要狡辩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你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。还是个学生吧？真是不知羞耻，爸妈白培养了。爸，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，我只是不想嫁人。小姑子，爸妈那么宠你，给你读书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昨晚我们都在找你，你不想嫁人就不嫁人，可你不能伤了爸妈的心啊。都说女孩子大了心思重，读这种书难怪谈恋爱。乡亲们，你们说说，我还能让她读书吗？爸，我求你了，把书还给我。陈秀琴一把将书撕烂，沈婷婷气得和她扭打在一起。陈秀琴的老妈张翠花抓着沈婷婷的头发，一连扇了几巴掌。那边甘志远被杨建军的几个叔伯兄弟也打了一顿。死丫头，你敢逃婚？告诉你，结婚日子定好了，明天先去把结婚证领了，后天美夫就来带你过去过好日子。沈婷婷，没人会来救你，等婆婆回来，你早跟人睡了多少次，也只能认命。都是女人，凭什么你能读书？等我妈回来，她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另一边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甘志远看见骑着车路过的刘一刀，我师傅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们，刘师傅救命啊！小甘，刘一刀原本没打算管这个闲事，但定睛一看，挨打的居然是沈秀英的徒弟。刘师傅，救救沈婷婷！刘一刀从自行车上抽出棍子，几棍把围着沈婷婷的杨家人打趴下。婷婷，你应该还记得我吧？我是你刘一刀舅舅。刘一刀，我们杨家的事情关你屁事？老子说话关你屁事？你是哪个秤砣？不知轻重的玩意！一刀舅舅，我要我妈！别怕，我刘一刀在这里，没人敢动你。在几人打起来的时候，就有人去报了公安。公安很快派了2个老同志过来，一问原来是家务事。家务事也不能搞成这样，既然孩子不同意，就要以说教为主，哪有你这样把孩子逼到发疯的地步？公安同志，你看沈婷婷把我闺女给咬的，都见血了。家务事以教育为主。再说了，你们好几个人打一个小孩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公安同志，我爸要把我嫁出去，我不同意他安排的婚事，我要等我妈回来替我做主。你妈妈不同意他跟屠宰场那小子一身臭烘烘，跟猪屎里打了滚一样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跟志远哥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没有？没有你们俩能走一起？女孩子大了就是不服管教，都是看闲书看的。看几本书怎么了？你们一个个嫉妒的嘴脸，比我刀口下的死猪还要切。还有你，走一起就是有什么了？我之前还看见你跟一个男的讲话呢，这也是有什么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人谁啊？怎么这么凶？屠宰场的一把刀，杀的猪得有几万头。说少了，县里就这么一个屠宰场，还要供应那几个小岛上的猪肉，他杀的猪少说也有10万头。杨家人见刘一刀出头，一个个都跟鹌鹑一样，连陈大军和他那泼辣的老母亲张翠花都不敢多嘴。公安调解了几句，跟你爸爸回去，以后别看这种闲书了。还有你，
不许强行嫁女儿。现在讲究婚姻自由。我回去好好的跟他沟通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这时，张玉娟穿着一身布拉吉，挂着一个精致的包，在围观群众艳羡的目光中走进来，拉着沈婷婷的手跟杨大山对峙。你凭什么让婷婷嫁给她不喜欢的人？婶子，婷婷她在外面谈恋爱，那是她的自由，咱们以说教为主，尊重孩子内心的想法。张玉娟话说得很好听，但手却死死抓着沈婷婷。沈婷婷拼命挣扎，落在外人的眼里就是这姑娘可真不识好歹。对，你这姑娘也太不听话了。就是他给我介绍的那个秃头，打死我都不嫁给秃头。公安同志，我保证，我们不逼孩子说亲事，但他得要跟我回去，总不能跟个小伙子跑了吧？是啊，大哥错了，保证不逼你嫁人。你们回去了记得以说教为主，别打孩子，也不允许包办婚姻。当然，当然。杨大山点头哈腰的答应，生拉硬拽着沈婷婷回家。人群散去，刘一刀想管也碍于2个公安同志。老子就说你是没用的软蛋吧！你之前还去老沈那里告状。刘师傅，你别骂了，我师傅让婷婷来找我的，婷婷被他们带回去了，我完了，我对不起师傅。老沈他什么都好，就是他妈的看人的眼光特别差，找男人不行，找个徒弟也差劲。刘师傅，别骂我了，别哭了，真是的，老子来想法子。爸，等妈回来咱们怎么办？你还怕他？你不怕？妈之前跟疯了一样。我怕他个屁！再敢跟老子唱反调，我把他扫地出门！快别说了，秀英姐丑了点，脾气差了点，但她工资可不少。谈钱可太俗气了。我知道委屈你了，可是看在建军的份上，再委屈委屈吧。爸，玉娟干妈说的对。几人商量到最后，决定明天就叫那秃头过来把沈婷婷带走。只要沈婷婷成为对方的人，就是沈秀英回来都没有法子。另一边的沈秀英花20块钱雇了辆拖拉机，紧赶慢赶到了公社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7点了。先填饱肚子，省得回去还要煮早饭吃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，听说昨天下午小泉大队有个女学生想私奔，被家里人抓回去了吗？妈，咱们家是小泉大队吧？是，说有个女学生私奔被家里人抓回去，该不会……你好，同志，这个女学生跟谁私奔？说是屠宰场的一个小学徒，那小子被打得不轻。我听说那女学生学习很好，是她家里人想让她嫁人，还是一个什么秃头。我再多给你要2个包子，你现在就送我们回去。婶子，到了地方说一声，我不急着回去，我家也就下去2个公社员，需要帮忙说一声，免费不加钱。行，你给我开快一点。太好了，姑姑结婚了，我们有喜糖吃了，今天有肉肉吃了。沈婷婷，我劝你死了出去的心，同样作为女人，你还能读书，算是比我们都幸福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别想读书将来去城里当工人，嫁给城里人吃商品粮。秃毛家有5间砖头房子，家里还种了茶叶，几个兄弟都能挣工分。你这享福的日子不过，偏要学城里人读书。你等着吧，我妈回来饶不了你们。你妈的，你妈能把我怎么样？够了，别打了，妹夫要来了。婷婷啊，你妈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妈说这就回来的。婶子，你救救我！我怎么救你啊？主要是祖辈下来的规矩，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做主，我一个外人插不了手啊。我不想嫁人，我想考大学，我不能被困在这里。好吧，你等着。刘丑女无法理解沈婷婷为什么非要考大学，但她答应过沈秀英要照顾沈婷婷。刘丑女回去叫铃铛媳妇去喊刘大花。她拿了斧头，来到了后院窗台上劈窗户。来人了，婷婷要逃跑。你不能逃跑，我给了388块钱的彩礼钱，你就是我媳妇。我不要，谁拿的钱你就娶谁去。大舅哥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时，刘大花和刘春花2人一起跑过来，一个是为了沈秀英，一个是答应了刘一刀。村里的邻居也全都围过来。沈秀英回来要跟杨大山拼命，他说让婷婷读书别这么早嫁人。你把婷婷放下来。你谁啊？我们付了388块钱，你替杨家还钱吗？王大队长呢？去公社开会了，大队支书和会计都一起去了，还有妇女主任也去了。总之今天没有一个干部在家，小队长在家也不管事。婷婷，女人要懂得认命，反正都要嫁人，嫁给谁都一样。此时的沈秀英走到不远处就听到了这些话，她怒气直线飙升，刚好开拖拉机的大汉递给她一根棍子，她右手提着棍子朝围观的人群冲过去。林慧君也从地上捡了根棍子跟过去。放开我家婷婷！秃毛，赶紧带人走。这老太婆谁啊？你丈母娘，你还不带着婷婷快走！你不能带走我女儿，我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岳母，你拿了彩礼钱还不同意，这说不过去吧？我没拿彩礼钱，谁拿了你的钱找谁去。慧君，帮我保护一下婷婷。蛋花，你拿着铁锹，谁敢动手铲死谁。刘丑女和刘春花也站了出来。黄秃毛见这架势就知道他带不走沈婷婷了。黄家庄来的那些男人不干了，你们小泉大队骗婚？别急，换个人嫁给你也一样，谁拿了彩礼谁嫁过去。
沈秀英，你敢这么对我，老子弄死你！老娘先弄死你！沈秀英打完杨大山，又提着棍子追着杨建军打，打得他嗷嗷哭。妈，我是你儿子啊，你以后死了都要我来。在场的人都被沈秀英吓住了，黄家庄来的人更是不敢乱动弹，生怕下一刻棍子打到他们身上。现在带人走是不可能的，他们打算把钱要回去，再拿一笔赔偿金。妈，我要找陈秀琴和张玉娟算账。该，妈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老沈，你可别闹出人命。放心吧，我们这都是家务事，属于家庭纠纷。我养大的好闺女，让你们给卖了。哪些人去街上打人的，不管是谁，我都要找人算账。外面有杨家本族兄弟心里一惊，昨天可去了10几个人。杨大山这人没个尿性，挨了打之后早就把哪些人一起去都说了出来。这就对了嘛，你要是早说出来，也就不用挨打。晚上奖励你吃点好东西。秀英，你别打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是文化人啊，不体面。呸！你是个文化人，怎么不做点体面事？你闺女昨天还差点把我耳朵咬掉了。然后呢？你当婆婆的要看到以后的日子，你往后养老也指望儿子。不劳你们担心了，我跟向东养婆婆老。陈秀琴睁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位长得极美的女人，一身书卷气，皮肤白皙，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子。你是宋向东那个野种，居然能娶这么美的女人？我是向东的妻子，我能养婆婆老，这点你就别操心了。说到养老，沈秀英又想起前世，更想到他们逼迫自己净身出户，让杨大山娶张玉娟的事情，还有陈秀琴对他动辄辱骂阴阳的画面，气得他抓着陈秀琴的头发和杨建军来个对撞，撞完后又当着村里人的面来场棍棒教育，打得3个人只能趴在地上求饶。不能一次打坏了，这次教育已经触及灵魂了，让他们歇一歇。秀英啊，不能把人给打死，你也要坐牢的。我要找公安。报公安也没用，咱们这是家务事。杨大山，你太不懂事了，一点点家庭纠纷报什么公安？妈，打累了吧？坐下歇歇。黄秃毛心里是又怕又喜欢，这要是跟沈婷婷结婚，沈秀英就是他的打手。那鬼，你个磕碜玩意！妈，你家拿了388块钱彩礼，我今天必须带人。带人可以啊，真让我带人？哎，你把他带走吧。妈，秀琴是你儿媳妇啊。天，我不要，她顶多值3块8。不要，给3块8都亏得心慌。众人哄堂大笑，陈秀琴沉了脸，村民的嘲笑声像无数根针一样扎进他心里。黄秃子，你满嘴黄牙，长得像倒扣的台鱼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上我？老子有钱，还年轻，我要找就找沈婷婷那样的，谁看得上你？滚！你以为谁看得上你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今天要带人走，要么带他走，要么跟他们几个要钱。我家婷婷是带不走的，你想跟我动手也行。爷，单挑还是群殴？横的还怕不要命的呢。黄秃毛带来的人全都后退一步，他们只是收了点钱来接亲，可不想把命搭在这里。还钱！杨大山分了钱给杨建军，又拿了100块钱给张玉娟，这会哪里能拿得出388块钱给他？沈秀英，你拿钱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钱又不是我拿的。黄秃毛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们不给钱，就把他们的屎尿都打出来，把这3个都带走抵债。他们几个又不值钱。妈，你快拿钱啊！你不爱我了吗？鬼！去我家歇一会，让秃毛跟他们扯皮。你吃饱喝足歇一会，还要找张玉娟几个算账。走，慧君，去你大华阿姨家歇歇。克夫的女人不去干活，就知道满村子找男人搭话。婆婆，我只克夫，你除了克夫还克子。哎，以前大花婆婆脾气好，人也好，后来嫁到黄家被婆婆欺负狠了。她婆婆死之前那叫一个可怜哦。她被婆婆欺负过，为什么还要欺负儿媳妇？众人坐在院子里，大家目光熠熠地盯着沈秀英，如同盯着凯旋而归的将军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花？没花，不过今天可叫人解气。你以前泼辣是针对外人，今天是对付老爷们。女人要立起来，也要有离开的底气。没钱啊，所以没底气。赶海能挣几个钱，种地能挣几个钱。小泉大队基本都是沙土地，除了地瓜、花生、胡萝卜以外，能种的不多。沈秀英想到了已经有雏形的走私，一个想法在心里生成。对了，老沈，你真要让婷婷读书？哎，让婷婷读高中，要是能读大学，砸锅卖铁都要供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会让向东媳傅慧君读书。众人听着沈秀英说读书的好字，而另一边的杨大山3人连滚带爬去房间里凑钱，凑到最后只拿出246块钱。怎么才这么点？再给200块钱我就放过你们。你抢钱啊！142块钱是你们欠我的，还有58块钱是我的损失费。来这么多人，还有我家里订家具都要钱，这都是我给结婚准备的。现在新娘没了，你不得赔点钱？拿不出来是吧？那我先住下，你们也要好酒好菜的招待。先把几只鸡给杀了。我给，那些钱我给了一部分给玉娟，我这就去要回来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跟你一起去。大山这是把腿伸到大海家床上了。大山好福气，大海常年不在家，他媳妇儿孤单啊。我去张玉娟家讨个说法，敢算计到婷婷身上，我绝对饶不了她。张玉娟有天然的好人缘，
就连大队干部和公社的洪秀章都对他比较好，你不怕有人找你麻烦？我儿子还是军官呢，谁敢找我麻烦？沈秀英一脚踹开了张玉娟家的门，院子里只有梅芳在家洗衣服，听到门被踹开，吓了一跳。谁啊？是我，梅芳。你婆婆呢？婶子，我婆婆刚才被王聪叫出去了。那我在这等她。婶子，你们这是跟你缺德婆婆算账，你别怕。此时张玉娟并不知道杨家发生的事情，她被儿子王聪气呼呼地拽出来。阿聪，你怎么回事？妈，你跟杨建军他爸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爸的事情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就这么看你妈的？你爸常年不归家，是我一个女人养大了你，给你娶媳妇成家，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我是传统的女人，真要那样，早就改嫁别人。我真的很寒心。你大山叔是个体面人，也不会做出那种事。呜呜呜！我们平时是走得近，可是有苦衷的啊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不过杨大山算什么体面人？我跟杨大山走得近也是为了荣宝。你爸一年到头也拿不了几个钱回来，我想着挣几个现没钱给荣宝读书，将来他有出息吃商品粮多好。你那个媳妇又吹枕头疯了吧？梅芳人不坏，可能就是有点误会。哼，心不坏就是喜欢帮外人。阿聪，妈把你养大不容易，知道了吗？我以后都听你的。好了，你去你舅舅家一趟。我听说你舅舅去了外地回来，他答应给我带东西的。请，我现在就去。张玉娟看见沈秀英带着好几个人气势汹汹的就过来了，吓得她拔腿就跑。沈杀猪，你做什么？你跑什么？你管我跑什么？沈秀英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做什么亏心事了，这么怕我？没有，我从来不做亏心事，只有别人欠我，没有我欠别人。沈秀英，你这点就很不好，做人要磊落光明，别张嘴闭嘴就做亏心事。对，你没做亏心事。没有，我是善良的人，就是你家婷婷的婚事也是冲着积德行善的。你满村子打听打听，有几家女婿能有皇家有钱？玉娟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老沈，玉娟是好心，秃毛为什么没头发？那是用脑过度的换了钱。你们俩还真是当着众人的面睁眼说瞎话。只要婷婷愿意，我除了388块钱彩礼，还多给3转一响，不用任何陪嫁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张玉娟想离开现场，沈秀英粗粝的手一把拽住了她，手掌逐渐收了力气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秀英，有什么事情好商量，别丢了咱们老杨家的脸面。你们老杨家有脸吗？杨大山看到沈秀英打了张玉娟，犹如巴掌扇在他心头一样疼。沈秀英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妈，这位猪头脸大叔激你呢。我手臂上的伤还没好，要不是杨大山激将我，真的打不下去。慧君啊，你可要记得不吃馒头争口气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呜呜呜！沈杀猪，你个贱人，敢骂我妈，打死你个老贱货！你们两个住手！我家向东娶的媳妇可不是你可以凶的。沈杀猪，我杨大山这辈子造了什么孽，娶你这个泼皮泼落户？张玉娟，你给我家婷婷和我造成了很深的伤害，需要赔偿一笔精神损失费。什么损失？精神损失费，我也不跟你多要，50块钱。你女儿和你儿媳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要精神损失费？你去抢钱吧！我这不正在抢吗？还是你给了我这个抢钱的机会？沈杀猪，做人不要太过分！你再敢说话，老娘的打死你！张玉娟。沈秀英到了张玉娟家里，把她摔到堂屋的地上。梅芳听到动静，打开房门。妈，婶子，你这是？你这缺德玩意的婆婆欠我钱，不关你的事情。我会报公安，说你敲诈。报啊，看看你会不会被送进去劳改。张玉娟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难不成他知道了？不对，这件事情就连建军都不知道。10块钱，我只能给你这么多。60，你只要你还价，我就还价。张玉娟面色铁青，咬牙去房间里拿了5张大团结，恨恨地把50块钱给了他。沈秀英到了门外，跟刘大花几个人说了一声，等明天他去街上买了糖果给大家吃。这时杨大山被黄秃毛压了过来，看到沈秀英手里的大团结，黑了脸。你跟玉娟要钱呢？关你屁事！你真是变了！我妈活着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嚣张？我明天就去刨你妈的坟！现在的沈秀英真干得出这种事，吓得杨大山不敢吱声。沈秀英回到了家里，大壮和二壮蹲在院子里，看到他进来瑟瑟发抖。没出息的东西！妈，你的伤口是不是裂开了？去公社的卫生院吧。不用，叫队里的赤脚医生来就好。沈婷婷赶紧奔出去找了相识的赤脚医生。赤脚医生是一个从海市来的女知青，沈婷婷跟这帮女知青关系一直很好。哇，从英姐姐来了。哎，从英，婶子，你这伤口化脓了，得忍忍。我忍得住。从英给沈秀英清理化脓的部分，又清洗伤口再上药。
沈婷婷和林慧君杀了一只鸡，打算给沈秀英补补。婷婷，中午红烧鸡肉给我吃。这是给妈炖鸡汤的。有什么关系？你妈喝汤，我吃鸡肉。沈婷婷懒得搭理他，她和林慧君煮了中午饭，一锅鸡汤，还煮了地瓜饭，炒了个丝瓜，一盘小杂鱼和花蛤。谢谢婶子留我吃饭了，这有什么的？爸妈说看你就心烦，你就别跟我们一起吃了，锅里还留了一碗地瓜饭。我是文化人啊，面子里子都被你妈给丢尽了。老杨家没有面子里子。你也是老杨家人。我姓沈，不姓杨。姑姑，我要吃鸡腿。大壮黑乎乎的小手直接去锅里抓鸡肉，沈秀英眼疾手快，一巴掌打掉了他的手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滚一边去！奶奶，我是杨家的大孙，鸡大腿就应该是我的。鬼，你找杨家人去要鸡大腿，我姓沈不姓杨。把不相干的人赶走。沈秀英吃了一顿饱饭，第二天沈秀英依旧在家养伤。沈婷婷和林慧君买了一堆补品去感谢了甘之雨。中午陈秀琴回到家就闻到了一股肉香味，她吸了吸鼻子，贱兮兮的盯着厨房的门，里面传出沈婷婷和沈秀英的声音。赶紧倒酱油，泡的香菇水一起倒进锅里，再倒点热水。哇，鲍鱼要烫一下吗？盐红烧肉炖香菇鲍鱼，让你嫂子尝尝。咱们今天中午就在树下吃饭吧，今天比过年吃的还要好。以后天天煮好吃的给你吃。听到厨房里的欢声笑语，陈秀琴的心好像被人撕开，丢在地上，用脚使劲的踩。妈，我要吃肉。跟你奶奶要肉吃去。她不给我吃肉，还要打我。你说几句好话。奶奶说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跟着你们一肚子坏水。陈秀琴气得心口疼，她努力扯一个笑容，来到厨房门口，眼睛贪婪地盯着厨房上的小桌子，上面有椒盐排骨、爆炒猪肝和酱油水小杂鱼和空心菜，还有一盘姜葱蛏子。妈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吃什么关你屁事。陈秀琴想起村民说让她道歉的话，在心里默念了2句好女不跟老太婆斗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婷婷跟黄秃毛做亲的，可我得要听建军的话。你当着老娘的面让杨建军背锅，得。妈说的对，我们是听公公的话。陈秀琴，你他妈的再给我说一句。大壮爷爷，你这吓死人了，我说的也没错，都是你听张玉娟那个女人的话，谁知道你们俩走在一起做什么坏事。陈秀琴原以为沈秀英会拉她进屋，让她先尝尝桌上菜的咸淡，没想到沈秀英嘲讽了她。婷婷、慧君，你们以后可别当墙头草。哇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墙头草。我也是，我凡事只听妈的话。啊，我们没分家，挣的钱都交给家里，我们都挨了打，要去找医生抓药，你总要给点钱让我们吃点好的吧。你们交钱了吗？交了啊，上次给的是你们欠我的钱，你们挣的工分还在大队，都没分粮食和钱，拿什么给你们吃好的？我说了，你们要认真挣工分。早知道当初就分家了。焖了红烧肉后，沈婷婷和林慧君把饭菜端到榕树下，几人又邀请了隔壁的刘丑女前来吃饭。秀英，你的好日子真来了啊，这么多肉。别说我对你不好，让你来尝尝婷婷的手艺。大壮和二壮两人衣服脸上都是泥巴，跟个泥猴子一样，跑来想抢一块肉吃，被沈秀英拿着棍子赶走。鬼，找你妈去！奶奶，你变了，我以后不给你养老。鬼，将来说不定养自己都费劲，还给我养老。你不给我吃饭，我要去大队部举报你。不干事还吃那么多饭，你整天抱着一本书，还没见你带回来1分钱。就给我吃这，不知辣道，还给我。婷婷，你看爸碗里都没什么肉。沈婷婷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，杨建军更加欲哭无泪，毕竟他连一碗地瓜饭都没有。妈，你还记得最爱的大儿子吗？鬼，哪来的乞丐讨饭？秀英，你真不给杨大山吃肉，以前你可是有好东西都请给他呢。以前是猪油蒙了心。妈，大姐哭着回来了，肯定是跟姐夫干架。刘丑女匆匆离开，沈婷婷和林慧君两人来到沈秀英房间里。哇，这是我这些日子挣的钱。你又帮人带货了？我会小心谨慎的，带货可真赚钱，虽然风险大，但收益高啊。妈，其实婷婷也带我去了。林慧君也拿出一个钱包，但沈秀英谁的钱都没有。你跟向东成家，挣的钱就是你们小两口的。婷婷，你现在长大了，手里也得有点钱。下午，沈秀英坐在院子里休息时，刘丑女的女儿林芳刚好路过沈家门口。沈秀英想起前世林芳不久后跳海自杀了，1个月后才被人发现，尸体早已经泡发腐烂，只能凭手腕上的红色编织绳子辨认。林芳，进来坐坐。好。吃点龙眼干，我每年都晒几10斤，吃不完的包了腌制。哇，我跟嫂子去摘杨梅好不好？多大人了，还没个正形。你芳姐在这里。林芳笑得勉强，村里人大家都知道林芳挨打。芳姐，她是不是又打你了？我妈说等她打不动就好了，女人生来就不是自己做主。什么不能自己做主？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傻孩子，女人能顶半边天和是半边天不一样。哎，林芳，女人的命运不由别人把握。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只想着死。林芳心念一动，她确实想到死，这次回来也是想看看母亲。
可是熬下去吗？熬得太苦了。沈秀英说了自家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说她不想忍了，开始整顿所有让自己不舒服的人。婶子，我好羡慕你，你也可以的。我不行的，我力气小，巴豆能叫人拉得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，何况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沈秀英似乎什么都没有说，又似乎什么都说了。林芳若有所思地望着她，忽然她笑了。谢谢婶子。你还没回去？我过来跟婶子说说话，晚点回去也好，带几个鸡蛋回去给孩子吃。不用，家里有鱼吃，今天来得及也没给你们带，下次我一定记得。爷，替婶子尝尝味道。谢谢婶子。刘丑女眼眶湿润了，大闺女受的一阵风都能吹倒，她背过身去擦掉眼泪。你婶子厨艺一绝，舍得下油下糖，红豆汤甜吧？甜，谢谢婶子，我回去了。林芳，你们那的小巴浪鱼干很好吃，我们这打鱼的人少没有你们那晒得多，下次来给我带一点。好，都是我这老货嫂的孽，给孩子找了什么人家？谢谢你啊，我家阿芳好久没吃糖了。不用谢，想打架想骂人找我，我收费很便宜，1-2毛钱就能去。刘丑女没说话，默默离开了。沈秀英憋了这么多天，她将房门锁上，去了村里溜达。少了沈秀英的帮衬，生产队里跟杨大山一起干活的年轻女人早已经黑了脸。大山叔，过几天就真正农忙了。我知道农忙，容我歇一歇。杨大山走到榕树下，把草帽盖在脸上，翘着二郎腿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。而地里的大家弯着腰劳作，汗水顺着下巴滴进泥水里。杨大山，你到底干不干活？别的族早就干完了，割了稻谷还要犁地翻晒，放水插秧赶下一季，就你一个人磨洋工。我太累了，让我歇歇。你从上工到现在还没歇够。就是一个大男人拿的工分还不如孩子，平时也不干活，都等送杀猪的来替他干。最近送杀猪跟他闹矛盾，不给他干了，这老小子就原形毕露了。众人的话像一根根刺，扎得杨大山脸皮发烫。以前都是沈秀英帮他干的，他哪里干过这些？这时沈秀英溜达到了这里。哟，老沈，你家男人挨骂了，还不快去护着？全村人都知道沈秀英护短护的没边，谁要敢说杨大山一句不好，他能拿杀猪刀追人家3里地。杨大山听见这话，原本佝偻的背瞬间挺直了。救星来了，泼妇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等我家秀英来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杨大憨媳妇脸色变了，沈秀英那股疯劲儿谁不怵？然而沈秀英一眼都没看杨大山。杨大山他思想教育做得不到位，要是人人都学他不干活，地里的庄稼怎么办？到时候交不上公粮，大家都得喝西北风，别的大队都被表扬，只有咱们被批评。既然大家都在，那就麻烦各位帮我严格教育教育他。好啊，杨大山，你媳妇都发话了，必须给你触及灵魂的教育。你怎么动手打人？你不干活还怪我打人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这一巴掌是替大家伙打的，让你偷懒。杨大山彻底被打懵了，他平时自诩斯文人，动口不动手，真要动手耍赖，那都是沈秀英冲在前面。老沈平时对你多好，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，还想卖了婷婷。婷婷丫头那么懂事，每次见人都甜甜的笑，还会替我照顾在学校被人欺负的小儿子。这么好的闺女，摊上你这么个畜生爹！秀英，救我！这泼妇要杀了我！杨大山嗷嗷乱叫，嗓子都破了音。杨大憨媳妇动作一顿，心里还是有点虚，毕竟沈秀英余威犹在。她讪讪地站起来。沈秀英，你家杨大山不干活，除非你来替他干，要不然我是不放过他的。老嫂子做得对，他这种懒惰的思想要不得，就是大队长来了我也不能护短，这种歪风邪气必须狠狠地杀一杀。沈秀英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看着外人打你男人，你想当寡妇吗？当个寡妇也不错。哈哈哈！杨大山，你听听，连你媳妇都嫌弃你了。这边的动静太大，惊动了王大队长过来，事情经过都不用问，大家七嘴八舌的就说了个明白。杨大山作为社员偷奸耍滑，影响集体生产，你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。今天这块地的稻谷，你一个人割完，割不完不许回家吃饭。王大队长一锤定音，众人幸灾乐祸的看着杨大山。以前仗着沈秀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现在沈秀英撒手不管了，谁都可以上来踩一脚。沈秀英一家子吃过饭后站起身，从门后抄起一根手腕粗的木棍，在手里掂了掂。妈，你要干嘛？杨家那些人敢帮着杨大山做坏事，去打伤肝致远，把婷婷绑回来，就要承受我的怒火，跟我去杨家那些亲戚家门口骂街去。妈，我去。我也去。沈秀英带着闺女和儿媳雄赳赳气昂昂的出了门，三人径直朝杨家那片老房子走去。此时几个妇人正坐在院子，瞧见沈秀英提着棍子杀气腾腾的过来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宋嫂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老杨家的都给我滚出来！为了一点钱，连埋在地下的老祖宗脸面都不要了是吧？敢动手打我徒弟，敢绑我闺女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杨大山那个废物收了彩礼就能把我闺女卖了？要不是老娘回来的及时，婷婷这一辈子就被你们这群畜生毁了。骂声如雷，在空旷的村里回，屋里的人听得心惊肉跳。欺负我闺女，行啊，我沈秀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大不了咱们杀猪刀底下见真章。
几户人家的大门紧闭，没人敢露头。现在正是晚饭后，不少村民和知青端着碗跑来看热闹。沈秀英骂了足足10分钟，有几户人家终于坐不住了，几个年纪大的叔伯黑着脸走出来。大山媳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？你不顾大山的脸面，也不顾我们老杨家祖宗的脸面了吗？你们也配提脸面？帮着杨大山卖闺女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要脸面？把甘志远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要脸面？老杨家的祖宗要是知道你们这群不孝子孙干的缺德事，棺材板都压不住了，今晚就得爬出来找你们聊聊。你泼妇，老杨家瞎了眼，娶你这种泼妇，泼妇也比你们这群吸血鬼强。沈秀英眼神一厉，看向杨大山堂弟家的鸡圈，当时就他家出力最多。沈秀英二话不说，抡起棍子就砸了过去，砰砰砰，木棍狠狠敲在鸡圈的栅栏上，里面的几只老母鸡受了惊，咯咯哒乱叫着扑腾翅膀，满院子乱飞。哎呀，我的鸡啊！沈秀英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赔我的鸡！赔你奶奶个腿！再敢逼逼，下一棍子敲的就是你的头！杨大怀媳妇瞬间闭嘴，缩在门口瑟瑟发抖。其余几户人家的人也都出来了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像是霜打的茄子。沈秀英，你说吧，到底想怎么样？第一，给我闺女道歉；第二，我徒弟甘志远被打伤了，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一共20块钱。20块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天，你们帮着杨大山卖我闺女的时候，想过那是抢人吗？既然你们是杨大山帮凶，这钱就得你们出，不给也行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早中晚3顿饭的点过来吗？不仅吗，我还带锣鼓来敲，我看你们谁家还能吃得下饭，谁家还能安生过日子。几户人家面面相觑，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这沈秀英说到做到，谁不知道她那股子风劲？我们给。几家人凑在一起，你2块我3块，抠抠搜搜的凑够了20块钱，一把皱巴巴的票子才递给沈秀英。再敢帮着杨大山欺负我闺女儿子，我把你们房子都拆了，就回家。沈秀英招呼一声，带着儿媳和闺女转身就走。沈秀英没急着回家，领着他们拐去了海边。海风咸湿，吹在脸上有些黏腻，却格外让人清醒。哇，我今天好高兴，真的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你和向东都是妈的孩子，以前是妈猪油蒙了心，以后妈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护着你们。咱们娘仨聊聊天吧。沈秀英索性拉着两人在海边坐下，林慧君心情好，嘴里哼起了小调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嫂子，这可是靡靡之音，让人听见要挨批的。之前在南城，收音机经常收到对岸的音乐频道，我就学了几句，好听吧？好听。沈秀英望着远处黑漆漆的海面，这歌声代表着一个疯狂生长的年代要来了，遍地黄金的时代，只看你敢不敢弯腰去捡。以后想唱就来海边唱，唱给海听。不过光唱歌填不饱肚子，咱们得合计合计，怎么把日子过起来。青阳这边靠海，离对岸近，最近市面上多了不少稀罕货，电视机、收音机、电子表、蛤蟆镜、花衬衫。你们只帮人带货挣个辛苦钱，咱们也要进货去卖。林慧君倒吸一口凉气，但眼睛里却闪着光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这年头谁不想发财？市里有了隐形的小商品街，不少外地倒爷都来进货，咱们占着低地，没道理让别人把钱赚了。上辈子的沈秀英就是靠着这第一桶金发的家，所以她路子熟，门道清，把钱凑一凑，咱们干一票大的。向东走的时候把津贴都给我了，我把存折都带上了。哇，我的钱不多，多出力就是了，3、3、4，我拿4成，你们俩一人3成。不行，妈，路子是你找的，主意是你出的，大部分的钱都是你拿的，我们哪能拿这么多？对呀，哇，我那点钱拿不了3成。几人争执了半天，最后拍板，沈秀英6成，林慧君2成，沈婷婷2成，就这么定了。这钱不是白给你们的，以后你们都有大用处。现在回家睡觉，明天开始咱们娘仨要大干一场。第二天一早，沈秀英换了身干净衣服，带着补品去了甘志远家。甘志远的娘看见沈秀英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热情地迎了上来。哎呀，是沈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快屋里坐。我来看看志远。师傅，躺着别动，不好好养着，落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。志远，多谢你护着婷婷。师傅，是我应该的。沈秀英把手里提着的网都放在桌上，里面是2包桃酥、2斤金灿灿的鸡蛋饼，还有2罐铁皮的麦乳精。师傅，您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？这不是给你一个人的，还有给你娘的。这是杨大山他们几个赔的钱，一共25块，你拿着去医院再好好看看，剩下的买点肉和骨头补补身子。不行不行，宋师傅，志远能在厂里跟着您学手艺，每个月还能拿8块钱工资，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尽，这钱我们不能要。是啊，宋师傅，这钱不能收，一码归一码，这钱就是赔给志远的，你们要是不收，就是不认我这个师傅。等志远伤好了回厂里上班，我给他打报告，提一提工资。
师傅，谢谢你。沈秀英从甘家出来，直接去了屠宰场，先是去了厂长办公室，说一声后天就来上班。刚从办公室出来，就撞上去后门抽烟的刘一刀。哟，胳膊还没好利索就急着来上班，怕厂里缺了你就不赚了，还是怕那点工资飞了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在家多躺2天，万一在厂里干活的时候一口气没上来猝死，厂里还得给你赔钱。再说了，这伤不好好养，老了浑身都是毛病，有你受的。换做以前，沈秀英早就对着他哑口无言了，但今天他只是平静地看着刘一刀，嘴角甚至还勾起一丝笑意。刘一刀，想发财吗？想发财就来找我。说完，沈秀英潇洒离开，刘一刀僵在原地，一脸懵逼。沈秀英熟门熟路地拐进一个偏僻的巷子，尽头是个不起眼的渔具店。哎呦，婶子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快里边坐。赖臭儿这条命是沈秀英和沈向东救下的。3年前他跟人火拼，被人捅了刀子，血流不止，眼看就要没命。恰好遇上回家探亲的沈向东陪沈秀英去县城，两人打跑了那些人，把他送去了医院。来，你这淘换点好东西。对岸的香烟、收录机、电视机、手表，只要您开口，我给您弄来，价格绝对是最低的。东西我都要，不过不是我自己用。赖臭儿，我想做你的渠道商，从你这儿拿货，卖到别的地方去。婶子，您真会开玩笑，这买卖可不好做，很容易被抓。我胆大又缺钱，你就说这买卖我能不能做？赖臭儿看着沈秀英那双沉静又坚定的眼睛，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。这个女人看着普普通通，骨子里却有股狠劲。她沉默片刻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账本和一支笔，刷刷刷写下一串数字。婶子，这个进货价格只有您一个人有这个价。沈秀英扫了一眼，心下了然，赖臭儿给她的价格确实比上辈子她打听到的最低价还要低上1成。她知道哪里需要这些紧俏货，更知道能卖出什么样的高价。货款，我有个想法。我手头现金要是拿电视机这种大件，拿不了几台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先付3成定金，剩下的1个月内给你结清。账期，这年头做生意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哪有赊账的道理？婶子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人定的，我不会让你吃亏，只要1个月的账期，我可以在你给我的价格上再加半折给你。赖臭儿心里一阵天人交战，最后他一咬牙，狠狠一拍大腿。行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赖臭儿认了，这账期我只给你1个人开。哼，给我来6台电视机，6台收录机，还有10块手表。另外，以后要是有自行车，也给我留着。赖臭儿的小跟班黄瘦猴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，赶紧拿算盘噼里啪啦一算。婶子，总共是定金我付2000。电视和收录机先放你这，我改天来拿。手表我现在带走。赖臭儿看着那2000块钱，眼神复杂。这年头能随手拿出2000块现金的人家不简单。他郑重地给沈秀英写了张凭证，沈秀英收好凭证，又把那10块包装好的手表仔细放进包里。那我先走了。看着沈秀英瘦削却笔直的背影消失在巷口，黄瘦猴凑到赖臭儿身边，忍不住嘀咕：老大，这老太太不简单啊，一开口就敢跟咱们谈战绩，还敢把几千块的货放在咱们这儿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她敢赌，我也敢信，走着瞧吧。这位婶子以后怕是要在这县城里掀起大浪了。很快，沈秀英来到县城里，朝着一处低矮破败的贫民区走去。她熟练地穿梭在小巷里，最后在一扇斑驳的木门前停下。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，一个瞧着不过20出头、一脸精明的小伙子探出头来，警惕地打量着他。天王盖地虎，小猴1.5米。婶子，瞧这眼生啊！红山，仗本事了，在你眼里，瞧着谁都像坏人。确实眼生，要是换成个18岁的小姑娘，你肯定就换词儿了。哎呦妹妹，瞧这可真眼熟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沈秀英走进院子，找了个空地蹲下，随手捡了根树枝，就在泥地上画了起来。一个正方形旁边加俩旋钮，是电视机；一个长方形带个提手，是收录机；最后一个圆圈，2根指针，是手表。画的虽简单，但在场的人都看得懂。一个穿着灰布褂子、头发花白的老头就凑了过来，指着地上的电视机图案：“这玩意儿多钱一台？”600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大哥，看你这着急的样子，是家里有啥喜事？喜事谈不上，我儿子在外面钢铁厂运输队跑车，好不容易顺路回趟家，想给家里添置点东西。我儿子在中部大钢铁厂，效益好着呢。沈秀英心里瞬间有了数，那地方效益是好，工资高，但偏偏物资匮乏，有钱都没地方花。她不动声色地撸起袖子，故意让手腕上那块亮闪闪的进口手表露了出来。你儿子常年在外跑车，多辛苦，给厂里同事捎点紧俏货回去，收点跑腿费，这不过分吧？这一套下来，挣的钱够你们老2口过个肥年了。等他再攒点钱，把你们接到大城市去住几天，那日子多舒坦。老头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光芒，他心动了，他一拍大腿，转身就往后面跑。你等着。没一会儿，他就拉着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壮实的年轻小伙子出来了。小伙子叫周斌，蹲在地上跟沈秀英还价，把进口手表从260还到了220。沈秀英答应得很爽快。小兄弟，
光有手表哪够？你看看这电视机、收录机，这才是真正的硬通货。你车上不是还有空位吗？带回去，保证你厂里的人抢着要。你手里还有别的货？围巾、进口香烟，只要你要，我就能给你弄到。那电视机580一台，怎么样？590，不能再少了，但你得一次性拿走10台。周兵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但转念一想，厂里几千号人，10台电视机根本不愁卖，差价就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。好，成交。手表的钱先给你结了，电视机和收录机的我先付定金。下午你把货送到我说的地址。可以。周兵数出2200块递给沈秀英，沈秀英接过钱后把10块手表交给了他。周兵又点了500块钱作为定金，两人约定好下午交货的地点和时间，生意谈妥。沈秀英却没有立刻离开，她在院子里慢悠悠地逛了一圈，买了几本封面泛黄的旧书，又挑了2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陶土花瓶和一个青花瓷碗。做完这一切，她走到红山的同伙那里，交了10块钱的场地费。出来后，沈秀英站在路边等车，不远处，张玉娟正挽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男人走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大海兄弟吗？沈秀英嗓门洪亮，直接拦住了两人的去路。张玉娟看到沈秀英，脸色瞬间煞白。是秀英嫂子啊。大海，出去这大半年，没少挣钱吧？都是辛苦钱，风吹日晒的。这次回来带了不少国外的零食，嫂子有空去家里坐坐。哎呀，都赚这么多了，可得多给点你媳妇钱。咱们女人家不容易，别让她为了钱做出什么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来。沈秀英，你胡咧咧什么？大海，别听他在这放屁，咱们走。玉君，你这是咋了？张玉娟红着眼圈，拽着王大海走了10几米，才哽咽说道：“你不在家不知道，前阵子杨家人来找我，想给那个沈婷婷说婆家，谁知道她出尔反尔，收了礼又不认账，还跑到咱们家闹了一场，硬是讹了一笔钱。这婷婷那丫头才多大？他们家人要说亲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”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沈秀英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。趁着王大海在家，这把火必须得烧起来，必然要让杨大山和张玉娟的事情人尽皆知。到了家门口，沈婷婷和林慧君早就在等沈秀英回来。沈秀英将从市里带回来的面包给了他们。我去趟刘大花家借3轮车，婷婷，你在家烧水做饭。借3轮车干啥？沈秀英环顾四周，见没人注意，才凑到两人中间，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全卖了？切，不仅卖了，我还谈了一笔大生意，下午有10台电视机，6台收录机要运回来，咱们得去赖臭儿那儿拉货。10台电视机，妈，您这是要发大财啊！老妈，你太厉害了，简直是神人！低调点，赶紧进去煮点面条吃，多煎几个鸡蛋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我现在就去烧火，等您回来吃饭。刘丑女拿着镰刀准备出门，看到沈秀英回来，她停下脚步。秀英，你这几天没去帮杨大山做工，我看他和建军2个大男人在地里磨洋工，照这样下去，工分都拿不满。今年你们家分粮食肯定不多，到时候这一大家子吃啥？哼，2个大老爷们有手有脚，连自己和孩子都养不活，就知道指望女人。我那点工资，以后1分钱都不会替补给杨建军那个白眼狼，他们爱吃啥吃啥，饿死了活该。说完，沈秀英转身就朝刘大花家走去。她进门时没看见骂人的黄老太。大花，你那婆婆怎么没坐在门口骂你？骂人也有休息的时候。她昨天感冒正躺床上哼哼呢，无事不登3宝殿，找我有事儿。借你家3轮车用用，去拉点东西。在后院呢，你自己推去。沈秀英推着3轮车刚绕到前院，听到屋子里黄老太拉风箱一样的骂声。败家娘们，丧门星，我儿子的家业就被你这么给败光了。黄老太，你要点脸行不行？你儿子28年前就去了对岸，有个屁的家业！大花伺候你这么多年，就该早把你赶出去，让你去找你那个生死不知的好儿子。屋内瞬间安静了1秒，紧接着爆发出更恶毒的咒骂。黄老太显然是被戳到了痛处，把火全撒在了刘大花身上。烂了心肝的烧火，娘家爹妈没教好，养出你这么个不守妇道的东西，成天往男人堆里钻，去海上跟那些野男人卖笑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这28年，我为了养活孩子和你这个刁钻的婆婆，把自己当男人使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在海上跟阎王爷抢食吃，换来的就是卖笑这2个字。刘大花忽然想起沈秀英的话，她在那边没准早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了，自己凭什么还要守着这个恶婆婆受活罪？你要做什么？既然你嫌弃我，那你去你别的儿子家过好日子去。刘大花憋了半辈子的气在这一刻爆发，她一把抱起躺在床上装病的黄老太，就要往外拖。黄老太双手胡乱挥舞，指甲像钩子一样往刘大花脸上招呼。救命啊！刘大花这烂货白弄了我，好腾地方跟野男人家拼头啊！你个人尽可夫的东西，我儿子真是瞎了眼娶你！我的乖孙啊，快来救救奶奶！你妈要杀我啊！黄老太这一爪子下去极狠，刘大花脸上顿时多了几道血淋淋的口子。沈秀英看得眼皮一跳，立马冲了进去，一把薅住黄老太，拽着领子往墙角的稻草堆上一甩。哎呦喂！刘大花摸了一手血，
耳边还是婆婆恶毒的咒骂声，连娘家爹妈都被带上了。我爸妈是你能骂的吗？刘大花彻底疯了，骑在黄老太身上，抡起拳头就砸，直到周围邻居听到动静围了过来，沈秀英才假模假样的拉住刘大花的胳膊，把人拽起来，指着刘大花那张血肉模糊的脸尖叫：黄老太，你把大花的脸抓成什么样了？我知道你想把大花一家子赶走，好霸占这房子给你那个没出息的小儿子住，你也太毒了！你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他打了我，儿媳妇打婆婆了，没天理啊！门口挤满了人，大伙一探头，先看到的不是躺在地上的黄老太，而是满脸鲜血的刘大花。哎呦，我的娘嘞，这脸都花了！快去喊丛医生，去叫大队长把黄家那几个儿子也叫来，这也太狠了！去地里叫柱子和海燕回来。现场乱成一锅粥，没一会儿，赤脚医生从英拎着药箱跑来。哎呀，这只家里全是毒，赶紧清洗包扎，不然要留大疤。大队长背着手黑着脸来了，身后跟着气喘吁吁的黄家另外3个儿子，还有刘大花的儿子柱子和儿媳妇张海燕。黄老太一看亲儿子来了，立马来了劲。好啊，娘活不成了，这毒妇要打死我！刘大花，你还是人吗？妈一大把年纪了，你居然动手打她！刘大花，你怎么能下这种狠手？这要传出去，我们老黄家的脸往哪搁？既然你们这么孝顺有良心，为什么不把你们老娘接回去养？谁不知道大华家今天少2个蛋，明天面刚少2斤面，后天少根大骨头，这些全进了你们几家的狗肚子里了。你妈养大了你们几个儿子，可没养过刘大花一天。你们这些良心被狗吃的畜生，哪来的脸质问他？你是哪根葱？这是我们黄家的家事，轮得到你个外人在这放屁？我是你们祖宗，专门来教训你们这帮不孝子孙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就是你们的好老娘干的好事。说完，他猛地转身，目光死死锁住站在角落里抹眼泪的柱子。柱子，你给我抬起头来！你觉得你妈这20多年去海上打鱼是去享福的吗？那是去玩命。你妈那个身板瘦得剩一把骨头，还要扛着那100-200斤的大石头修堤坝，是为了好玩吗？那是为了养活你们。婶子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奶奶天天的辱骂你吗？你个软蛋，是黄家的儿子，不是刘大花的儿子。大队长，我想分家。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就是我的家。柱子，如果你还惦记着你那个在对岸可能早就娶妻生子、吃香喝辣的亲爹，那你就继续愚孝，但你也得放过你妈。这28年，他受的气还不够吗？哪怕让他一个人搬出去住牛棚，也比在这受气强。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柱子抬起头，满脸泪痕地看向自己的母亲。刘大花靠在门框上，眼神空洞而绝望。分家，奶，你去三叔家住吧，这房子是我妈一块砖一块瓦盖起来的，谁也别想赶她走。分家，你想得美！老四不在，你们当儿孙的就不养老人了。这房子是老黄家的根，你妈一个外姓人，凭啥霸占？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就算分家，这也得归我。老太太，你摸着良心说话，当年老三抢了老宅的地基，要把我赶尽杀绝，我带着柱子来到这片烂泥滩，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从山上背下来，也是我一铲泥一铲沙垒起来的。户口本上写的是我刘大花的名字，不是你那个失踪了28年的儿子。写你名字咋了？那是老四留下的种。你一个寡妇守着这么大房子，指不定心里憋着什么坏水，想招野男人进来快活吧？我看你是早就按捺不住了，想把婆婆赶走，好腾地方乱搞。这话太毒了，周围看热闹的人群里也传出几声窃窃私语，气得刘大花浑身发抖。就是装什么贞洁烈女，你要是心里没鬼，干啥非要赶走亲婆婆？这就是个冷情冷性的白眼狼，连个老人都容不下。沈秀英不能直接上手，毕竟这是刘大花的家务事，她不能插手太多。于是沈秀英冲张海燕使了个眼色，张海燕是个炮仗脾气，当即心领神会，她抄起墙根的铁锹，照着正唾沫横飞的黄老三腿弯就拍了下去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我婆婆是这世上最好的人，你们这群吸血鬼，自己的亲妈不养，扔给我婆婆，现在还有脸说我婆婆恶毒，我今天就劈了你们这群畜生！说完，她抡起铁锹，不管不顾地朝黄家那几个人身上招呼，打得几人抱头鼠窜。疯婆娘杀人了！柱子，你就看着你媳妇这么对长辈不敬了，这么不孝顺的媳妇，你还不打死她？柱子面色阴沉，他随手抄起手腕粗的木棍，照着正要爬起来还手的黄老三后背就是一棍子。都给我滚！今天就断亲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谁敢再骂我妈和我媳妇一句，我弄死谁！黄老太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他不是天天给柱子灌输你妈是个坏女人，你妈不守妇道的吗？这么这一刻，柱子却像头护崽的疼，要把他的另外几个儿子往死里打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还要不要脸了？去请族长，请支书，叫会计带上账本。既然要分家，今天就分个彻底。海燕，咬死了必须分。这房子是你婆婆拿命换的，1寸都不能让，别让你婆婆绝望。她多好的一个女人，硬生生被老黄家压垮了，再不分，命就没了。婶子，你放心，柱子要是不分家，我就带着孩子跟婆婆过，让她跟她奶奶过去。沈秀英见大局已定，这边不需要她再添火了，不再多留。她骑上3轮车出了院子，
回到家，沈秀英招呼一声，林慧君和沈婷婷立马出来，三人直奔赖臭尔的收货点。婶子，这么快就回来拉货？再要4台电视机，蛤蟆精，我这车拉不下，赖老板路子野，帮我找辆拖拉机，送我去趟县城，我出30块钱运费。这年头，30块钱运费那是天价。得，二麻子，把你那手扶拖拉机开过来，有大货。还有再给我拿10几块表，这几条万宝路我也包了。沈秀英付钱眼都不眨一下。很快，拖拉机载着货，沈秀英三人骑着3轮车朝着县城的方向轰鸣而去。到了约定的地方，周兵，哎呦，我的亲婶子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这心都悬到嗓子眼了。婶子办事你放心，路上耽搁了点功夫，把车开过来验货。周兵帮着拖拉机师傅将货物搬下来，沈秀英冲婷婷和慧君使了个眼色，两人立马默契的散开，站在巷子口两头放哨。周兵开始验货，越看眼睛越亮。婶子，您这路子简直神了。这是尾款，您点点。沈秀英点了点数，又从里面抽出30块钱，递给拖拉机师傅。师傅，这30块钱运费您拿好，这里还有2块蒜蓉汁，又酥又脆，路上垫垫肚子。以后有这活儿还找我，我随叫随到。沈秀英把钱收好，顺手递了一张纸条给周兵。这是大队部的电话，以后有急事打这个找我。对嘞。送走了周兵那辆满载而归的小货车，沈秀英拍了拍3轮车的坐垫，把手里剩下的这点散货清了。沈秀英带着两人去了国营大厂的家属院门口。这时候刚下班，穿着蓝色工装工人正往外涌。沈秀英也不吆喝，就让婷婷带着手表往人堆里一站，假装举起手看时间，立刻就吸引了一圈年轻人的目光。这表在哪买的？真气派！我有亲戚从港岛带回来的，本来是留给家里小辈的，这手头紧。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屡试不爽。不出半小时，剩下的10几块表和几条烟被抢购一空。这一趟下来，净赚了2000多块。沈婷婷和林慧君提着打包好的盒饭回到家里，而沈秀英则是去找了刘丑女。丑女，大花那边咋样了？分彻底了吗？分是分了，但那老钱婆临了还要泼大花一身脏水。她到处嚷嚷，说大花这20多年去海上根本不是打鱼，是去船上陪男人的。这话传到了跟大花一起出海的几个渔民耳朵里，人家怕惹一身骚，刚才让人带话来说以后不敢让大花一起出海了。沈秀英脸色一沉，渔民出海都是结伴的，大花一个人根本没法在海上讨生活，这等于直接砸了刘大花的饭碗。分是分了，但那老钱婆临了还要泼大花一身脏水，她到处嚷嚷，说大花这20多年去海上根本不是打鱼，是去船上陪男人的。这话传到了跟大花一起出海的几个渔民耳朵里，人家怕惹一身骚，刚才让人带话来说以后不敢让大花一起出海了。沈秀英脸色一沉，渔民出海都是结伴的，大花一个人根本没法在海上讨生活，这等于直接砸了刘大花的饭碗。真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，不过分的就好，只要把那个毒瘤切了，活人还能让脑憋死。也是，好歹是分了。大花为了把这瘟神送走，咬牙给了那老太婆20块钱，以后每个月给5斤米，这才把那个吸血鬼打发走。要不是为了借我这3轮车，那黄老太也不会借题发挥，大花也不会丢了打鱼的营生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大花甩掉了那一大家子吸血鬼，未必是坏事。沈秀英面色一沉，回家拿了几个面包，又去柜子里翻出装面线的蛇皮袋。她登上3轮车，直奔刘大花家。大花在吗？沈姨，您来了。妈心情不好，饭也没吃，在屋里躺着呢。都50岁的人了，还跟个孩子似的闹绝食，劝了半天也没用。妈就是觉得没了镜像，以后这日子没法过，觉得自己成了吃闲饭的废物。里面有几个斑斓面包，让孩子们尝尝鲜，还有一些面线留着给家里改善伙食。沈姨，这也太破费了。两人正说着话，院门被人粗暴地推开，柱子黑着一张脸走了进来。他一进门就把草帽往地上一摔。什么玩意儿？遇见老3和老4，他们眼皮子都不抬一下。不理就不理，你是不是贱得慌？非得让人家趴在你身上吸血才舒坦，以后没人来咱家抢粮食，没人来骂咱妈，这日子不知道多清静，省下的钱够咱们一家吃多少顿肉。我就是觉得分家是分家，但不该这么绝情。柱子被张海燕一顿骂，沈秀英在旁边看着，暗暗点头。好歹刘大花的儿媳妇是个能立得住的。行了，别说这么多，我去看看你们。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我都快去喝西北风了。秀英啊，没了打鱼这活计，我拿什么养家？柱子那个死心眼，干活也就是把死力气。海燕肚子里还揣着一个，小天小雨还要上学，我那闺女嫁的也不好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我这当妈的也得要贴补1、2。好了，大花，别哭了，我这有个活能挣钱，比你打鱼强100倍，就是有点危险，还得用船，你敢不敢干？要是成了，以后你家顿顿吃肉，就是危险。我都这岁数了，我还怕个球？我这辈子穷怕了，只要能挣钱，只要不伤天害理都行。你说啥活？这事儿
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谁都不能说，柱子都不能告诉你那个儿子耳根子软，容易坏事，得亏海燕能镇住他，不然我都不敢找你。你放心，我嘴比蚌壳还紧，柱子那就是个棒槌，我告诉他干啥？快说，到底是啥？我要传去中间的陆丰岛，应和。刘大花一愣，陆丰岛那是公海边上的荒岛，平时只有走私船。运啥货？万宝路香烟、洋酒、巧克力、的确粮、手表，还有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收录机。老沈，你疯了？这是投机倒把，这是生意。大花，你看看现在的报纸，看看外面的风向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你给我运货一趟，至少给你100块钱。100块。刘大花打鱼累死累活，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，现在忽然得知运一趟货就100块。青阳这边靠海，做这个的人不少，但大都不成气候。我缺条船，缺个懂水、性感拼命的人。大花，这富贵你求不求？这我干。秀英，我跟着你1个月，要真能挣100块，我都给你立长生牌位。你说真的，哪怕一天10块，我也敢把这条老命豁出去。豁命倒不至于，但确实要担风险。我要你带我出海一趟。什么时候？后天。老沈啊，咱们都50岁的人了，还能折腾得动吗？50岁怎么了？前半辈子咱们为儿女活，为男人活，受尽了委屈。现在是咱们做主自己人生的年纪，谁规定老娘们就得在家带孙子等死？呵，我听你的。走，肚子饿了，咱们去吃饭。刘大花非要留沈秀英吃饭，沈秀英推辞不过，只能坐下。这刘大花家虽然穷，但靠海吃海，饭桌上最不缺的就是鱼。多吃点，等会儿回去给你装一筐带走。3个女人其乐融融的吃饭，柱子一声不吭的闷头坐在桌角，只是机械的往嘴里扒拉着地瓜粥。沈秀英看了心烦，好不容易哄大花真坐起来，你又拉个脸，真是晦气。柱子，你那张脸拉得比驴还长，给谁看呢？你妈这是脱离苦海迎来新生活，你怕什么？你要是舍不得你那吸血鬼奶奶，现在就把铺盖卷一卷，滚过去伺候她。婶子，我没怕，以前我也不想让我妈再去打鱼，海上风吹日晒的，她苦了一辈子。你也知道她苦了一辈子，既然知道，就别摆着赴死样子给她添堵，让她过几天舒心日子比什么都强。就是妈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日子苦点不怕。我和柱子还年轻，只要肯干就饿不死。那个老钱婆走了以后，家里少了一大笔开销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婆婆帮忙照看，我也能腾出手去打零工，这日子怎么也能过红火。我还没老到动不了，以后我一个人也能打鱼。张海燕愣了一下，她不知道婆婆已经跟沈秀英正在谋算挣大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沈秀英骑着自行车直奔屠宰场。作为员工，她可以直接内部买肉。给我来5斤五花肉，2斤排骨。给你，还有2只猪蹄和1副猪大肠，给你带回娘家好看一点。沈秀英接过猪肉，刘一刀趁着周围没人，她压低声音：老沈，你上次说的那个路子是真是假？真的，我手头有一批进口手表、蛤蟆镜、花衬衫、收录机，还有万宝路的烟。你要是有胆子，我给你个渠道价，你下了班自己找门路去散货。这老沈啊，你这胆子是用铁打的吧？这可是……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。青阳干这个的人多了去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。我就问你想不想发财？我不像你胆子比耗子还小。只要能挣钱，老子豁出去了。但凡当年他能厚脸皮对沈秀英死缠烂打几次，也不至于打了一辈子光棍。那时候怂了，现在可不能怂。闲，你等我拿货给你吧。沈秀英回到家里就开始准备东西。刘大花丢了打鱼的工作，她也有一点责任，不管是为了自己赚钱，还是为了大花以后日子好过，她都得拼一拼。